还不快走！我叫陆九宁，在那些人的口中，我是不值钱的小贱人，买来的赔钱货。我的命从来由不得自己。1个月前，我和姐姐被一名京城官员看中，就像买2件精致的瓷器一样，轻易地从教坊司买走，当做他讨好皇上的礼物，送进了这宫墙高锁的深宫之中。愣着干嘛？进去吧！这又过了午膳1个时辰了，他们还不给姐姐送吃过来，每次都这样为难我们。姐姐这几日都越发清瘦了，我一会儿要跟他们好好算算账。九宁，听说这后宫中捧高踩低很平常，我们无权无势，他们怠慢也是正常的。出身低微又不是我们的错，我恨这世道不公。姐姐，你说为何不能人人生来平等啊？站住！1个多月了，你们每日送来的不是残羹剩菜，就是发霉的馒头。公公，您看看，这馊了的东西，人能吃吗？哟，怎么跟咱家说话呢？咱家心情好，愿意把饭菜给你们送过来，已经很不错了。更何况你们俩还是外臣献媚送来的贱籍。你给我跪下，把饭菜给我舔干净了。公公息怒，以后还烦请公公多多关照咱们厉景轩。姐姐，九宁他还小，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哼，这还差不多。刚进县的美人比不得其他宫里的贵人娘娘。说句不中听的，你们连那些宫女都不如，懂吗？哼！放肆！你这个刁奴，你好大的胆子！李嬷嬷，您怎么来了？我不来，我怎么知道？一个小小的管事太监，竟然欺负到主子头上去了。宋美人现在虽还没有进封，那将来也是伺候皇上的人，容不得你这个刁奴在这肆意折辱。嬷嬷说的是，咱家再也不敢了。滚！我滚！宋美人啊，这狗奴才呀，都欺软怕硬。宋美人，您受委屈了。婉儿谢过嬷嬷。嬷嬷您是？啊，老奴啊，是于昭仪身边的嬷嬷，今日奉我家主子于昭仪之命，前来给宋美人送吉福的。吉福啊，是啊，我家主子于昭仪听说后宫来了位才情绝色的宋美人，猜想您将来一定会得宠，所以于昭仪想和您交好。今后宋美人跟我家主子在后宫中也可以相互照应，相互扶持些。婉儿谢过于昭仪，但婉儿身份卑微，资质愚钝，怕是会愧对于昭仪的抬举。宋美人，你谦虚了。我家主子说呀，明日迎新宫宴，特意呀交代老奴给宋美人备上一件新衣，盼您别在别的宫面前失了体面。嬷嬷，麻烦您跟于昭仪说，婉儿改日定当面拜谢。好，那宋美人您先歇着，老奴先告退了。姐姐，明日宫宴，你真的要穿这件衣服吗？
在这后宫中有个靠山，总比一个人独活要好一些。可毕竟我们初到宫中，对宫里的娘娘们一无所知，我们谁也得罪不起。这于昭仪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后宫中没人能独善其身，保持中立。可于昭仪拉拢你的意图这般明显，我们或许应该小心谨慎些应对才是。我们不求荣华富贵，只求活下去，所以一定要小心，不能轻易卷入这后宫的势力争斗中。我懂，姐姐进宫并不是为了争宠而来，我们只是不想再被当牲畜一样买卖，最终沦落为陪酒卖笑的妓女。虽然进了后宫，活得难了一些，但总比以前被鞭打辱骂的日子强啊。所以明日迎新宴，我们还是穿自己的衣服。第一次见后宫的娘娘们，我们当事事小心。都给我手脚利索些，端稳了。这些衣服可都是各宫的娘娘们赏赐给新入宫的小主们的。若是哪个不小心弄脏了衣服，仔细你们的皮。姐姐，您这是要去哪儿？新入宫的是。今日后宫迎新宴，娘娘们要给新入宫的小主们赏赐吉服，以显示娘娘们的大度和对新人们的关怀。小主们则要穿娘娘赏赐的吉服参加宴会，以显示对娘娘们的尊重。这是后宫的规矩。我们正忙着要给新入宫的小主们送赏赐的吉服呢。走。怎么办呀，姐姐？原来这是宫里的规矩，看来我们不能驳了于昭仪的面子。我还是回去换衣服吧。嫔妾给贤贵人请安。免礼。今日邀大家在一起，是因为我朝祖制，每年今日皇上都会去祭祀，后宫众妃嫔则需从今日起素衣斋戒，焚香诵经3日，替皇上分忧，为百姓祈福。是，嫔妾会遵循礼法，虔诚祈福。都坐吧。谢娘娘。各宫的姐姐们听说了没？最近这后宫里又多了位叫宋婉儿的绝色美人，据说这宋美人长了一副妖媚惑主之相。有这么个狐妹子在，各位姐姐以后的日子怕是少不了多些热闹。哼，后宫佳丽3000，这以色侍人的，能得几时好啊？按照宫规，能得进封的都须是名门贵女。这金县的美人最高位分不过是个才人，不足为惧。宜嫔娘娘，这可说不好啊！我可听说这宋美人才色卓绝，等一会儿她来了，各位姐姐见到真人，再下结论也不迟啊。于昭仪，外臣进献的美人不过是皇上的玩物罢了，她再狐媚，也不能越过祖制骑到别人头上。纯妃娘娘说的是，进了宫就是皇上的人了，也是我们的姐妹，就不要再议论这些了。宋美人到。奴婢给贤贵妃请安，给纯妃、淑妃娘娘请安，给各宫的姐姐们请安。姐姐，他们为何都穿着素衣？大胆宋美人，今日是斋戒诵经日，已经穿得如此艳丽，蔑视宫规，你眼里还有没有礼法？
贵妃娘娘，您看她穿成这样，怕不是一心想艳压群芳吧？想勾搭皇上也不动动脑子，不看看今天是什么场合？奴婢不敢，请娘娘恕罪。宋美人，你今日穿得如此艳丽，是为何呀？回贵妃娘娘，奴婢只知晓今日宫中设宴，怕失了分寸，这才穿了新衣，请娘娘宽恕。宋美人刚入宫，念在她初犯。贵妃娘娘，国有国法，宫有宫规。若是所有人都犯错之后求饶，还要宫规做什么？纯妃娘娘所言极是，她就算再有理由，也不能如此大逆不道。若不惩治，倘若以后后宫中人人效仿，那该如何是好？娘娘，宋美人她蔑视宫规，冲撞礼法，按宫规应把她拉到殿外，扒了她的衣服，当众鞭刑。那就这么办吧。有人在故意陷害我姐姐。娘娘，奴婢陆九宁有话要说。你说。娘娘，奴婢的宫女护主心切，但这里没她说话的份儿，奴婢甘愿领罚。请问哪一位是于昭仪？我是。你为何要？住口！你若再说话，就别认我这个姐姐。还愣着干嘛？拖下去。是。娘娘说了，让宋美人牢牢记住这鞭刑的滋味。别打！张让记下。我姐姐没错，为什么要打她？她是被你们陷害的。求您闭嘴！放开我！放开我！别打了！不要打了！各位小主都看见了吧？这挨打的这位啊，就是前些阵子宫外进献给皇上的宋美人。小主们日后侍奉皇上，可一定得想着法儿的得宠啊！这后宫之中不得宠的妃嫔，连猪狗都不如。新鲜的美人也是皇上的人啊，怎能如此这般被羞辱？这宫里得宠的妃子，不仅位分高，家世更是显赫。想要捏死一个美人，只怕比捏死一只蝼蚁还要容易。好了，小主们，别嘀咕了，咱们快走吧。走，姐姐，你醒醒啊，姐姐！太医，你开开门啊！太医，太医，你开开门啊！太医，太医，有何事啊？我家小主受伤了，我来讨些膏药给她止疼的。你是哪个宫的宫女？我是厉景轩的。
太晚了，明日白天再来吧。你别关门啊！太医，太医，太医，我准备了一些心意要给你，你开开门啊！太医，太医，求你了，你开门啊！哎，站住！过来。春雨，这贱婢见了本宫居然敢不行礼，给我掌他的嘴！是。我们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这么陷害我姐姐？居然敢质问我！告诉你也无妨，你们这些只有脸蛋的贱婢，也敢跟我们这些出身名门的贵女争宠，你们也配！今日就是让你们长长记性，以后记得夹着尾巴做人。我们出身低微，所以我们不想惹事。出身低微就不配生的一副貌美皮呢。本宫就是喜欢收拾你们这群下贱坯子。后宫中每年送进来的美人不计其数，可没有一个人能活过超过3个月的。不出3个月，我一定玩死你们！你休想！你若不给我们活路，我陆九明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嘴还挺硬，我倒要看看你们究竟有什么本事，跟我斗！于昭仪，你不知道我们从小到大经历过多少个人，有用人血治病的，用人骨做香插的，有让奴才用拔了指甲盖的手按摩捶腿的。我们吃过的苦，你根本不知道。但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都只想要活下去。我们不想惹事。从今以后，你别再来招惹我们相安无事。但若是你非不给我们活路，我陆九宁会向你保证，一定让你后悔认识了我。都是姐姐不好，连累你也挨了打。我没事儿，姐姐我不疼。对了，我刚回来的路上碰见了于昭仪，她承认她陷害姐姐是因为嫉妒姐姐的美貌。这后宫中的女人为何会这般歹毒？九宁，或许是我想的简单了。原本我以为不惹事不出头就能苟活，可经过这次我才看清楚，在这后宫中没有权势的人，若再不敢争不敢抢，更是死路一条。姐姐的意思是想争宠吗？与其被他们欺辱，不如放手一搏。他们不就是怕我抢了他们的风头吗？既然他们怕，我便偏要争一争，偏要抢一抢。可是我们无权无势，争宠的路怕是会很凶险。争可能会死，可是不争就一定会死。哪怕仅有一点希望，我也要试上一试。我不想再被他们踩在脚底，任人宰割。后宫中每年送进来的美人不计其数，可没有一个人能活过超过3个月的。不出3个月，我一定玩死你们！拼死一搏，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姐姐有国色天香的美貌，姐姐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皇上的宠爱，姐姐若是想争，未必比他们差。
姐姐若是决定了，我便陪着姐姐。九宁就算是豁出了性命，也会保护姐姐的。姐姐，九宁，我不要你豁出性命。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们一定要好好努力，一起活下去。就算前路血雨腥风，我们也一定要闯出一条活路来。于昭仪，若再敢碰一下我姐姐，我一定要你生不如死！九宁，你这是在做什么？我在给这些花草涂抹用花蜜和草药调制的香药。为什么？听说今天晚上皇上会从宫中的甬道中路过，我在想办法将皇上引过来见见姐姐。这么肯定，皇上岂能任你摆布？放心吧，只要皇上路过，就一定可以。姐姐今晚可要好好表现哦。今天可是姐姐的大喜之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皇上，时辰不早了，该翻牌子了。皇上，前几日纯妃娘娘陪皇上对弈的时候赢了皇上，皇上一高兴便答应了纯妃娘娘这个月的初10到承禧宫陪娘娘一起用晚膳，今日便是初10了。你这么一提，朕倒是想起来了，朕许久没有跟纯妃共饮了。摆驾承禧宫。是。纯妃娘娘，今夜是咱们娘娘的大日子，你们都仔细点办差，不能有一点差错。若是误了娘娘的好事儿，可是要掉脑袋的。是。恭喜娘娘，终于等到了100年难遇的7星连珠天垂吉象。玉清观的国师算定，若是娘娘经验侍妾，必能怀上龙胎，将来娘娘定能母凭子贵，登上皇后之位。本宫侍奉皇上多年，一直未能怀上龙胎。如若这次成功，便再也不用挨永秀宫那位一头了。你该死！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啊！你这贱婢，这点小事都干不好！来人呐，拉出去杖毙喂狗！慢着，锦屏，今夜可是本宫的良辰吉时，不宜见血，可别冲撞了运势。谢娘娘开！谢娘娘开！拉出去，找个地方活埋吧。娘娘，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娘娘，娘娘，娘娘，贺喜娘娘！皇上已经摆驾承禧宫了。皇上终于过来了。锦屏，小德子，
你们可要好生伺候。今夜可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赐良机，若是有谁胆敢坏了本宫的好事，本宫让你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是。好多呀！那里还有，我看。快看，哪来的萤火虫啊？这里也有，好美啊！这萤火虫是仙女下凡时脚踏的七彩祥云所变的。有萤火虫的夜晚，肯定有仙女下凡。何人惊扰圣驾？你刚才说什么？还不快回皇上话！回皇上，奴婢刚刚说的是奴婢小的时候，奴婢的娘亲给奴婢讲的一个故事。故事说，萤火虫是仙女下凡时脚踏的七彩祥云所幻化的。有萤火虫飞舞的夜晚，或许是天上哪位动了凡心的仙子下凡与情郎相会的日子。皇上，摆驾！有轿。皇上，哎，皇上，皇上，那边是御花园，承禧宫往这边走。皇上。愣着干什么呀？快追呀！是，皇上，皇上。你若走了，让朕怎么独活？皇上，臣妾不能陪您一辈子，替您解忧了，臣妾也很遗憾。请皇上不要难过，臣妾以后在天上会日日念着皇上的。朕若想你，可该怎么办？臣妾也会想皇上。你若想朕了，就踏着七彩祥云下凡，来与朕相会。公公，看来今夜皇上要留宿丽景轩了，还请公公提前准备一下。原来这位就是丽景轩的宋美人呐！是，果然名不虚传。吩咐下去，皇上今夜不去承禧宫了，摆驾丽景轩。是。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皇上曾与先皇后有约，相思难耐之时，先皇后便会化作漫天萤火来与皇上相会。若是这宋美人能解了皇上的相思之痛，定能得宠。后宫中任何事都是福祸相依，哪有绝对的事啊？来人，把这个诡计多端的小宫女给我抓起来！大人这是何意啊？你这小宫女，竟然用香药和糖水引来萤火虫，装扮仙女下凡的奇观，引皇上驻足。你可知道，在后宫中耍小聪明争宠，可是很危险的。奴婢只知道花无百日红，更何况伴君如伴虎。如果不是被逼走到了绝路，谁会选这条最危险的路走？敢问大人，后宫争宠何罪之有？大人为何要抓我？大胆狗奴才！你引来这么多虫子，将小皇叔为太后亲手种的并蒂莲花苞给咬了。下个月就是太后的寿宴了，这是小皇叔亲自给太后准备的生辰礼物。小宫女，你可知罪？奴婢知罪，但奴婢不是故意的。毁了小皇叔的寿礼，应当乱棍打死！哎，小皇叔，小皇叔，奴婢还有话要说。说。并蒂莲象征着成双成对的爱情，虽然珍贵，可是送给傲视天下的皇太后，难免有些不太合适。小皇叔不如就将那仅剩的一朵还没被虫子啃咬的莲花送予太后，这仅存的一朵寓意一枝独秀，与皇太后的身份地位更为般配。好一个一枝独秀，没想到在后宫中竟然还有你这般胆大狡辩的小宫女啊！小皇叔，奴才这就把她拉下去处理。算了，她也是护主心切，才毁了本王的莲花。这莲花虽然珍贵，但是与人命比起来，倒也不足为奇。太后的寿礼，本王之后再准备便是。谢小皇叔开恩。奴婢告退。娘娘，娘娘，奴才给纯妃娘娘请安。张公公，皇上到哪儿了？回娘娘话，奴才就是过来通禀一下，皇上在御花园遇到了宋美人，今天晚上恐怕就来不了承禧宫了。你说什么？皇上此刻已经摆驾丽景轩了，咱家得赶紧过去伺候着。娘娘，奴才就先告退了。干坏本宫的好事，绝不能让他活着！明日本宫就把他剁碎了喂狗！你们都下去吧。是。娘娘，那贱婢抢了今夜七星连珠怀龙种的吉时，倘若她真怀上了，若她真怀上，本宫就把孩子抢过来。若她真怀上了，那就让她为娘娘借腹生子代孕，然后再去母留子。
给晚才人请安。起来吧。谢晚才人。传皇上口谕。美人宋婉儿出显青姿，玉剑卓然，赐封才人，着内务府赏金步摇1对儿，珠环耳环5副，翡翠手镯3只，银器具4件，装花缎10匹。今后晚才人就入主丽景轩了。小主，您请坐。哟，慢点。小主，这是奴才亲自挑选的宫女和太监，专门送来伺候小主的。见过晚才人。起来吧。谢晚才人。谢晚才人。晚才人，那奴才就告退了。永公公等一下。静宁姑娘，之前是奴才有眼不识泰山，狗眼看人低，您大人有大量，就原谅奴才了吧。哪儿敢啊！这以后丽景轩的吃食还要靠永公公照顾，这要是永公公不高兴了，我们恐是连剩饭都没得吃了。别介呀，别介呀，静宁姑娘，奴才是真的知道错了。今后丽景轩的事儿就是奴才的事儿，奴才是100个上心呢，奴才再也不马虎了。这永公公怪不得在内务府混得风生水起，审时度势的本事还真是让人佩服。当奴才的自然要学会察言观色了。小主虽只封了才人，但是皇上的赏赐颇多，足以见得皇上对小主那是真的宠爱。位分高低不重要，重要的是皇上是真的宠爱您啊。这后宫中拜高踩低、狗仗人势的人多了去了，但九宁还是劝你一句，以后别再欺辱别人。我家小主是因为心善才不与你计较，但凡你若是赶上哪个爱记仇的，一旦得了宠，第一个要了你的狗命。是，九娘姑娘教训的是，奴才再也不敢了，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真是该死。好了，九宁，永公公辛苦了，回去复命吧。是，谢晚才人怜悯。奴才告退，奴才告退，奴才告退。走。你呀，这后宫中人心薄凉，趋炎附势，向来如此，都是穷苦出身，就别与他们太过计较了。知道了，姐姐。哎，你们俩叫什么呀？回九宁姐姐，奴婢名叫碧桃。奴才叫小福海。我叫陆九宁。以后咱们都是晚才人身边的人，这入了丽景轩就当尽心的伺候好主子。以后咱们丽景轩上下一心，荣辱与共，伺候好了主子，肯定亏待不了你们。是。姐姐，小厨房给你做了烧鹅，你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可馋烧鹅了。姐姐，你怎么了？我没事，可能是吃错东西了，最近一直胃口不好，闻不得这些味道。姐姐，我算了一下，你的月信推迟了大半个月，如今又闻不得这些油腻的东西，说不定是有喜了。我这当真有了龙胎了。以前我们在江南陈府的时候，陈大人的小妾怀了身孕就是这样的，应该错不了。那我要赶紧把这件喜事告诉皇上，有了皇嗣，我们就有了倚仗了。姐姐，先不急。为什么？
这后宫中母凭子贵，加上皇上如今皇嗣又少，就连权势滔天的纯妃，她都在想方设法的要一个孩子。若是被别人知道你有了身孕，怕是会遭人嫉妒，对你不利啊。是啊，你说的对，是我高兴糊涂了。咱们一定要保密，不能对外声张，省得遭人算计。按照后宫惯例，太医每个月都会来请平安脉，这2日便是了。这万一被太医把脉查出来……小主，刚出锅的红烧肉，您快尝尝。小主，哎，是这肉味道不好吗？不是肉的问题，是小主这几日胃口不好。没什么事，你下去吧。好。哎，等会儿。刘太医，九宁姑娘，下官来给婉才人请平安脉。刘太医，婉才人昨夜眼睛里通红，又痛又痒的，一宿没睡着，这会儿刚歇下。可是双目赤红，畏光流泪。正是。那多半是赤眼之症，会传染的。哎呀，那这病严重吗？姑娘放心，只需用蒲公英和黄连煮水清洗明目即可。明白，谢刘太医。刘太医，今日就辛苦你白跑一趟了。小主染了赤眼之症，虽说不严重，但也是会传染的。刘太医可是饮酒了？是，今日下官的小孙子办满月酒，便多饮了一杯。哟，那更要小心了，这要是传染给刚满月的小婴孩，可了不得。九宁姑娘说的是，那下官就不打扰才人休息了。刘太医慢走。你呀，就你鬼点子多。刘太医家中有喜事，多贪了几杯，才让你蒙混过去了。姐姐，你就放心吧，安心的养胎，剩下的都交给我。一定要让他平平安安的出生。什么？你说她有孕了？回娘娘，千真万确，奴婢亲眼所见。婉才人这几日害喜干呕，随后陆九宁便去了内务府，领回了酸杏干。婉才人最近一切小心谨慎，寸步不离厉景轩。奴婢分析，她准是怀孕了，在养胎呢。本宫还以为这宋婉儿是个空有皮囊没脑子的花瓶，没想到还挺有心机。办好差事，纯妃娘娘不会亏待你的。拿着银子把嘴巴闭紧了，回去继续监视宋婉儿。那个陆九宁是有些小聪明的，别被他发现了。是，奴婢一定小心行事。去吧。这2个贱婢，竟然在我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命人把张院判给我叫来。是，娘娘。碧桃，这内务府刚领的燕窝，回去之后我去给小主熬一个燕窝羹。你回去把这衣服熨一下，这可是皇太后明日寿宴上小主要穿的，千万马虎不得。是。
九宁，张院判，前日刘太医已给小主请过平安脉了，怎的今天又劳烦您亲自来给小主请脉？好了，恭喜晚才人，脉象弦紧略盛，气血已动，运气初成。晚才人这是已有了身孕了，可喜可贺。以后啊，太医院会派专人负责晚才人的身体状况，以确保晚才人母子平安。张院判，可否暂时不上报我怀孕的事？这是为何啊？张院判久居太医院，想必也曾见过不少怀了孕的妃嫔出了岔子，不仅孩子没了，甚至都丢了性命的吧？这后宫之事，臣不敢多言。但是太医院职责所在，还望晚才人不要担忧。臣当尽心竭力，保全晚才人身体的康健与安全。多谢张院判理解我们的忧虑，但若是小主身怀龙胎的消息走漏，出了岔子，那可是咱们都要掉脑袋的大事。臣知道，臣也不敢怠慢。小主放心，老臣在太医院为官行医20多年，奉的是皇上和太后的旨意，忠心耿耿，天地可见。臣一回到太医院，就把晚才人怀孕之事及时上报给宗人府，到时皇上听闻此事，定会亲自派专人来照料厉景轩，届时一定会万无一失的。素来听闻张院判医术高明，品行端正，今日一见，果然是皇上看中的人。九宁，就让张院判秉公处置吧。我相信张院判一定不会辜负皇恩的。那就有劳张院判，一定要第一时间把小主怀孕的事上报宗人府。请放心，稍后太医院就会把消息送过去，晚一点臣会派人把安胎药送过来。小主还请多多注意休息，臣告退。小皇叔命我先把太后的寿礼送过来，晚些时候他会亲自去给太后请安。这是小皇叔命工匠用羊脂白玉雕成的莲花，寓意一枝独秀，滋阴天下，泽披苍生，祝太后连寿无疆。让小皇叔放心，奴才一定会将寿礼送到太后手中，确保万无一失。小心着点。哎。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不是有意的，请小主恕罪。疼吗？小主我没事，不疼。你怎这般毛手毛脚办差？奴才再也不敢了，请小主恕罪。我去给姐姐拿金疮药，还不快去！是。你也下去吧。是，姐姐，我没事儿，不疼。九宁，今日是太后寿宴，你腿上流血不吉利，还是不要跟我进殿见太后了。你先回去包扎伤口，回来到店门口等我。姐姐，那我去就来，你万事要小心啊。快去吧。好。恭祝太后万寿无疆。
免礼，都坐下吧。谢太后。永秀宫贤贵妃娘娘送东海夜明珠1颗。承熙宫纯妃娘娘送九霄凝瑞玉印1方。晋福宫淑妃娘娘送南山红云映之玉1枚。和安宫于昭仪送南海千年灵芝1株。好好。丽景轩婉才人送西域安神香香囊1对。香囊？太后寿宴怎么能送这般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啊？可不是嘛，太后礼佛什么香没有，竟送这等普通的玩意儿。哼！听闻太后近日失眠睡不安稳，这是嫔妾查阅古籍配方，研磨西域贡香，配上32味药草，亲手为您制作的安神香囊赠与太后，希望能为太后分忧。婉才人的礼物很用心，怪不得皇上总夸你伶俐可人。来来来，给哀家呈上来，哀家看看你的香囊。很下，这还不好，这打不进你放肆！你竟敢诅咒哀家！这不是我的礼物！太后，太后，太后，快传太医！是宋儿，你简直大逆不道，竟敢故意在太后生辰上诅咒太后，你当真活够了！我没有，这盒子里装的明明是香囊，还敢狡辩！平日你魅惑皇上也就罢了，今日竟敢如此目无尊长、胆大妄为，其罪当诛！来人，将这贱婢拿下！娘娘，是。娘娘，嫔妾冤枉，真的冤枉！还敢嘴硬，拖下去杖毙！慢着，先将人收押，待太后醒来，查明事情缘由，再依律治罪。既然贤贵妃求情，那就先将宋婉儿打入冷宫，再听候发落吧。娘娘，嫔妾冤枉！娘娘，嫔妾冤枉！娘娘，嫔妾冤枉！婉才人，皇太后你都敢诅咒，咱家在宫中待了这么多年，见过这么多后宫嫔妃，属您的胆子最大，送进冷宫啊，都便宜您了。我是冤枉的，我没有诅咒太后。冤枉不冤枉，咱家可管。给我拖走！姐姐，救您！救您！放开我姐姐！放开我姐姐！放开她！公公，公公，你们不能这么粗暴的对她。我姐姐已经身怀龙胎，你们不能这样对她。胡说什么呢？为了脱罪，你竟敢欺君罔上，更是死路一条！带走！救宁！姐姐！救宁！救宁！姐姐！姐姐！放开我！救宁！姐姐怀了皇嗣，可以保命。太医院可以证明姐姐已怀孕，我一定要救姐姐的性命！放开我！放开我！救宁！张元盘，求您救救我家小主吧！九宁姑娘，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家小主不知何故被送入了冷宫，您知道的，我家小主已经怀了龙胎。这要是在冷宫里面有什么差池，我家小主怕是皇嗣不保啊！九宁姑娘，
这话可不能乱讲啊！晚才人进了冷宫，我理解你忠心救主的心情，但事关皇嗣的话可不能乱讲。这可是欺君之罪呀！什么欺君之罪？你这话什么意思？九宁姑娘，你再去别处寻救晚才人的办法吧，我这还忙呢，请回啊。那你把太医院的卖案记录给我，我自己去请皇上救我姐姐。你荒唐！卖案记录是记录后宫各殿贵胄的身体康健的秘密，其实谁想看就能随便看的呀！拿来。住手！太医院的医道，你一个小宫女怎么可以乱动？我要救我姐姐，得罪了！放肆陆九宁，这是什么地方？你眼里还有没有规矩？这是太医院岂容得你胡来！把他拉出去！张元盘，我姐姐就快没命了，你就帮帮我们吧，我们不会连累您的。来日姐姐母凭子贵，一定会报答你今日的救命之恩的。一派胡言，拉出去！张元盘，求您了。张元盘，求您了，您就帮我们作证一下吧。皇上要是知道我姐姐怀了孕，一定会很高兴的。张元盘，你那天不是说你一定会亲自上报宗人府姐姐怀了孕的事吗？晚才人根本就没有怀孕，何来的卖案记录？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把你送到慎刑司，打你个造谣生事、欺君罔上！那日明明是你亲自看的诊，你们明明还做了我姐姐怀了孕的记录。你设计陷害我姐姐，为什么？谁指使你的？你放肆！一个小小宫女，为了救你家主子，竟敢贪污太医院和本官！你还愣着干什么？给他拉出去！放开！我自己走。郑元盘，你真是好手段！你给我等着！这到底什么情况啊？晚才人有身孕了？干活！哎，大胆小宫女，皇上正在御书房和大臣们议事，你怎敢乱闯？公公，我是厉景轩晚才人身边的宫女陆九宁，你还记得我吗？哦，咱家想起来了，你就是那天晚上捉萤火虫的小宫女。对，是我。求您让我见见皇上，奴婢有要事要禀告皇上。有什么事起来说。张公公，我家小主晚才人在太后寿辰宴上被送入了冷宫，可她现在已经怀了皇嗣，求公公将此事禀告给皇上，让皇上速救我家小主。晚才人怀了龙胎，真有此事？千真万确，是太医院张元盘亲自诊的喜脉。事关皇嗣，可是天大的事。等皇上和大臣议事结束，咱家马上禀告给皇上。你先起来。皇上很宠爱晚才人，如今他身怀皇嗣，皇上一定会亲自过问的，你就放心吧。那就多谢张公公了，请您一定要跟皇上说。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你先安心回去等着，你家小主一定会被好好送回厉景轩的。多谢张公公，多谢张公公。没事，去吧。奴婢告退。娘娘高明，提前安排嫔妾收买宫女打碎花瓶，赶走了陆九宁那条恶狗，又买通太监调换礼物，将宋婉儿那个贱人打入冷宫，得罪了太后，怕是连皇上来了都很难包庇她呢。于昭仪此事办得不错，
本宫没有看错你。谢纯妃娘娘夸赞，能为娘娘办事是嫔妾的荣幸。谢娘娘赏赐。娘娘，张院判来给娘娘请脉了。于昭仪，你先回去吧。那个冷宫里的宋婉儿，你记得安排好人给本宫看好了。嫔妾领命。给纯妃娘娘请安。张院判，太医院的事情处理妥当了吗？臣已销毁了婉才人的一切脉案记录，如今太医院无一人知晓她已怀孕，还请娘娘放心。做得好。张院判不愧为太医院4大院判之首，你做事本宫向来放心。娘娘过奖了。再过一些时日啊，娘娘便可公布自己怀孕的消息。届时臣会安排好，将婉才人的怀孕脉象继承娘娘的遗档。到时候婉才人在冷宫偷偷生下的孩子，就成了娘娘您为皇上生的皇嗣了。张院判有心了，将来本宫执掌6宫，登上后位，亏待不了你。张院判，这是娘娘赏您的。哎呦，谢娘娘。姐姐怎么还没被送回来啊？我去冷宫门口接她。小主今天晚上就会被送回来了。你们俩，碧桃，你去把小主的床铺整理一下。小福海，你去多烧点热水。小主今天晚上回来了，肯定是要烧什么呀？他得罪的可是太后，他回得来吗？碧桃姐姐说的对呀，本来以为跟了个得宠的，有好日子过，没想到是个倒霉鬼。果然贱籍是得不了宠的。哎呀，搞不好我们都要被牵连了。哼！我没空跟你们废话，你们俩给我等着！哎，你是干嘛的？公公，我是厉景轩婉才人身边的宫女，我想给她送件衣服进去。送衣服？知道这什么地儿吗？这里边可是冷宫，进了冷宫生死由命，还送衣服？进了冷宫猪狗不如，还想着过主子生活呢。公公，我给您准备了一点碎银子。去，谁稀罕你这点破银子？实话告诉你，上面交代没有旨意，谁都别想进去见他。哎，一边去，让一让。等一下！奴才该死，奴才不是有意的，请小主恕罪。藤梦，嘘。
小主，我没事，不疼。姐姐，姐姐，我们最大的愿望便是能活下去。为了活着，在这后宫之中背如蝼蚁，战战兢兢，连喘气都要看人脸色。可最终姐姐还是落得个惨死冷宫的下场。凭什么？凭什么杀人者却能逍遥法外，继续享受荣华奢宠？这是什么世道？他们说，这都是我们的命。姐姐，我不认，我死也不认。姐姐，好了，姑娘，哭完了就让我们继续办差吧。我姐姐是怎么死的？婉才人自知罪孽深重，在傍晚畏罪自枪了。我姐姐身怀龙胎，怎么可能自枪？哎，走吧，走吧，走吧。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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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人害死了你，对不对？你当真？九宁不会让你死得不明不白。我一定找出凶手，我要把那些害你的人一个一个都揪出来。任他是什么皇权贵女，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一个都不会放过。一定要让害你的人血债血偿。都是废物！娘娘息怒，娘娘息怒，娘娘息怒！娘娘，嫔妾真的按照您的吩咐给他送了安胎药，可他就是怎的想不开要自枪呢？娘娘，嫔妾真的什么也没做，好生安置了他呀！娘娘，没用的废物，枉费了本宫的计划。娘娘饶命！娘娘息怒！娘娘饶命！娘娘息怒！于昭仪，你是不是嫉妒宋婉儿的美貌，故意害了她？娘娘，嫔妾自进宫便受娘娘的诏咐，娘家亲人都在娘娘的庇护之下。就算借嫔妾10000个胆子，嫔妾也不敢违抗娘娘的命令啊！嫔妾就是娘娘的一条狗，娘娘说什么嫔妾就做什么。嫔妾对娘娘的忠心，天地可见啊！娘娘，娘娘！蠢货，跪下去！谢娘娘，谢娘娘，谢纯妃娘娘，谢纯妃娘娘。娘娘息怒，自个儿的身体要紧。那个宋婉儿，她就是个天生贱坯子，福薄命浅。要是给娘娘代孕的福分，她都担不住，死了就死了，咱们再想其他办法。从宫外再找几个贱姬回来，当做美人送进宫，我就不信了。找几个代孕有多难？是。吓死本宫了！
差一点丢了性命，奴婢也快吓死了。奴婢还是第一次见纯妃大发雷霆。我姐姐死在冷宫，是不是你害死的？你竟然敢打本宫，还不给我拿下他！这件事上，你宋义父设计陷害我姐姐，对我们仗势欺人，肆意凌辱，还放话不让我们活过3个月，一定是你害死了我姐姐！差点都忘了，本宫还说过这些话。回答我，是不是你干的？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我一定会替姐姐讨回公道。就你还想报仇？将这以下犯上的贱婢给我送入慎刑司，杖打30，罚入新者库，让他们给我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贱人！李嬷嬷掌管新者库愈发得心应手了。这个月在新者库给本宫赚的银子，可比上个月足足多了3倍。娘娘交代的事情，老奴定会办好，不会让娘娘失望的。娘娘，听说单单是给冷宫送饭的差事，嬷嬷就能让新者库的罪奴们花高价抢着买呢。李嬷嬷可有此事？是，哎呀，老奴只是想让娘娘多赚些银子。做得好。站住！过来。于昭仪，带我去新者库查出真相。如果我姐姐真是死在你的手里，我一定会让你。咱们还是得快些。等我攒够钱了，一定要去孝敬李嬷嬷，找他讨个去冷宫送饭的差事，又轻松又可以刮些油水，再也不用天天在这洗臭衣服了。谁又不想呢？谁不知道去冷宫送饭最轻松？那些找李嬷嬷使银子的人都挤破了脑袋。哎呀，那不累的活儿是越来越贵喽。两位姐姐，去冷宫送饭的差事那么好，最近是谁在做？去，一边儿去，臭死！那个刷公桶，你还想打听去冷宫送饭的事儿？你也配？你也想去冷宫送饭啊？有钱吗？我没有。没钱瞎打听什么？都给我闭嘴，好好干活！哼，陆九娘，于昭仪可是亲自给我打过招呼，让我好好照料着你。我告诉你，待会儿还会送来100个公桶，今儿你刷不完，你就别想吃饭。去呀，去呀！哼。嬷嬷，我正攒银子呢，等我攒够了就去孝敬你。求嬷嬷到时给我赐个轻松的差事吧。放心，李嬷嬷，我也在攒钱呢。不错，这新者库的罪奴啊，是卯时劳作，亥时收工啊，没日没夜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儿。可这俗话说呀，这有钱他能使鬼推磨。嫌累的，可拿银子找我，换点轻松点的差事。你们先攒钱啊，太慢了，不如跟我的钱庄去借，只要按时还利息就可以。咱们呀，
凡事都好商量啊。是，行，真不错，再给您捏捏，不错不错。哎。你叫九宁？手磨破了吧？之前我也刷工头，每天回来时虎口都被磨破流血了。这个是蒲公英捣碎的汁液，敷在伤口上能缓解疼痛，你试试。谢谢啊。你是不是也想去冷宫送饭呀？你就别想了。前几天好几个人拿着钱去找李嬷嬷，结果呢，谁都没去成。这几日是李嬷嬷自己送的饭。她自己去的？对啊。小兰，你欠李嬷嬷的80两银子什么时候还啊？你已经2个月没有还利息了吧？我会还的，求您行行好，这新丑库的俸禄实在是太少了，您就再宽限我几日。这么说，你今天还是没钱了？小兰，你怎么还不还李嬷嬷的钱呢？害得公公们一趟一趟往我们这儿辛苦的跑。莫说是公公们，连我都不耐烦，真是晦气。求求你们了，你再宽限我几日，好吗？还宽了？你都已经拖欠2个月了。当初你借钱的时候可是白纸黑字写了欠条的，再不还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你再不还，就别怪哥哥们对你上手段了。要不今天你先还点利息，没钱那就以身抵债，陪哥哥们乐呵乐呵吧。啊！放开！来呀！放开我！谁？你个贱婢！你知道我是谁的人吗？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们！这里虽然是新者库，但也是在后宫之中，天子脚下，目无王法，罔顾宫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欠债？欠谁的债？为何欠债？为何欠了80多两？说啊！你别嚣张！你敢出头，李嬷嬷不会放过你的。从小到大，你们这种狗仗人势的东西我见多了，他们怕你，我可不怕。有什么本事，尽管来。来呀！咱们走。没事。陆九宁就会在这逞英雄，李嬷嬷要是生气找上门来，会连累我们的。就是，我们大家真倒霉，这李嬷嬷谁能惹得起呀？听见没？跟你住在一个屋，真是倒了8辈子霉。同一个屋檐下的姐妹出了事，你不仅不帮忙，还助纣为虐，冷嘲热讽，真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凭什么管我？这新者库是李嬷嬷说了算的，以前跟她作对的人，得跟我好相处。松开！李嬷嬷之所以这么肆无忌惮、随意的欺凌你们，正是因为你们个个都自私自利，只想着自己，不肯团结一心。新者库有这么多人，只要大家肯站在一起，携手相助，他们怎么会如此猖狂？我只是好心提醒你们，若你们再这么自私自利下去，欺负你们的人只会越来越变本加厉，到时候你们会被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行了行了，睡吧。小兰，你是怎么欠了
他们这么多银子的？我娘病重，为了给我娘治病，我就找李嬷嬷借了钱，利息极高，还画我裸画，签字画押，用我的名节作保，把身体抵押给了他。如果还不上利息的话，就要安排我和太监做对食。我就被李嬷嬷安排去伺候那些有权势的太监或侍卫。好多不堪受辱的姐妹都投井自尽了，我也不知道还能再撑几日。这个李嬷嬷竟这么丧心病狂，谁叫我们都出身贱籍，生来为奴呢？李嬷嬷之所以在行者库无恶不作，就是因为有于昭仪给她撑腰。我们这些奴仆只能认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他们真该死。哎呀！哎呀！哎呦！瞧这针法，瞧这布料，这才是主子该穿的衣服。他们能穿的，哼，我也能穿的。李嬷嬷，奴才在，下去吧。是。平日里我对主子们伏低作小，谄媚恭维，可在这行者库里，我才是至高无上的人。我就是这行者库里的皇后。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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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嬷嬷，我正愁怎么掰开你的嘴呢，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陆九娘，你能不能更快点啊？更快点啊，陆九娘！受死！我真是倒霉，跟你分到一起，每次都跟这种脏活处。哎呀！哎，小黄叔，那边不能走，按照公规，宗室们在内庭行走，不能乱闯啊。本王还能不知道规矩？那您又是他。见过小黄叔。你是那个用萤火虫吸引皇上的小宫女？小黄叔好记性，我叫陆九宁。晚才人去了，节哀。只是本王没有想到，你这般聪明才智，怎么会犯糊涂，去胡乱攀咬殴打嫔妃，还被罚入了这新者库？小黄叔不该打听后宫的事。你这小宫女，脾气倒还挺大。不过在这后宫之中，空有脾气，可是会吃大亏的。你无权无势，还敢惹怒后宫的贵人，若是你再这么莽撞下去，小命可就丢了。小黄叔教训完了吗？奴婢还有活要干，恕不能奉陪了。哎，陆九宁，小黄叔这是关心你，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小黄叔若真的关心，
就应该去跟皇上说，让皇上替我姐姐洗刷冤屈。这后宫之事牵扯甚多，本王不便参与。所以啊，奴才就是奴才，下人永远是下人，贵人们是高高在上的主子，哪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就算我们蒙受了不白之冤，最后也只能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九宁，我知道你当前的遭遇，或者是你的谋划，这背后肯定还有更大的图谋。我只是提醒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别乱来。在这后宫之中，千万不要小瞧任何一个人。王爷，九宁别无选择。如果我怯懦了，还有谁会帮姐姐沉冤昭雪？你们认为我无权无势，却想让谋害我姐姐的人付出代价，只是我的莽撞。可我偏要让你们看看，蝼蚁也有尊严，皮肤也可以撼树。李嬷嬷在新者库只手遮天，残害宫人，那我便先把她拉下来，我要取而代之。别磨磨蹭蹭的，快点儿！九宁，我来帮你吧。好好的干啊！手脚都麻利着点儿，脑子都灵光着点儿啊！要是有什么闪失，那上头怪罪下来，小心你们的狗命！是你找干净了。是。好，这个，李嬷嬷哟，是永公公啊！哎，咱家是奉内务府之令，需调些人手去奉贤殿搬运贡品。嘿，这前几日呢，已经派人来说过了，不知李嬷嬷这可准备妥当？这几日啊，御膳房要办宴会来要人，那造办处的也来咱这儿要人，咱这儿啊人手不够。永公公啊，你还是去别的地方找帮手吧。别介，李嬷嬷，这搬运贡品那可是头等大事，这事儿要是耽误了，咱这脑袋不就掉了吗？不是？嬷嬷，这是咱家一点心意，行个方便好不好啊？你的脑袋掉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懂不懂规矩？办这等要命的差事，那得多多拿银子打点，事儿才能办得踏实。你就拿这么点银子，要想使唤我？嬷嬷，小的只是个小小的长侍太监，小的真拿不出更多银子了。这事儿我可管不着。你没有银子，你就别办差，你办不好差，你的狗命就别要了呗。李嬷嬷，李嬷嬷，哎呀，李嬷嬷，放肆！你敢对我不敬？嬷嬷，你看这前面有个坑儿，别崴了您的玉足。这还差不多。下回记住了，多带点银子。现在去挑几个太监跟着你抬贡品吧。多谢李嬷嬷。什么人？永公公，永公公，等一下。九宁，何事？永公公是堂堂内务府管事，这李嬷嬷
本是您的下属，理应按您的吩咐办事的。可他如今却眼高于顶，目无尊上，堂而皇之的掏空了您的腰包，还当众羞辱了您。永公公当真是能屈能伸啊！哟，九宁姑娘，你这是来嘲笑咱家啦？九宁不敢，九宁只是替公公鸣不平而已。唉，也罢，自打第一天你进宫，咱们就认识，也算是老熟人了。跟你说说心里话，也无妨。咱家早就看他不顺眼，一个区区的新者库长事，竟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咱气手，完全不把咱家放在眼里。哼，这个狗东西，仗着后面有于昭仪撑腰，咱家才不与他计较。唉，这憋屈的日子，可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九宁有办法除掉李嬷嬷，不知公公敢不敢一试？小小宫女胆大包天，这话要是让外人听见，小心要你狗命！公公别慌，没有把握的事，九宁不会做。如若出了什么差错，九宁一人承担，绝对不会连累到您。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我要的，公公肯定可以做到。如若我扳倒了李嬷嬷，还请公公想办法让我做这新者库的长侍。以后九宁全凭公公差遣，如何？嬷嬷，嬷嬷，嬷嬷，奴婢有事要求嬷嬷。哼，你得罪了于昭仪，求我也没用。这是什么？奴婢不想在新者库日日夜夜刷公桶了，可是奴婢没什么钱，只有这一方金丝绣的手帕，送给嬷嬷孝敬你。哼，哎呀，不愧是受过宠的宫里的人，随便拿一个物件都值不少银子。哼，不过你的东西我可不能少。前些日子你还轰走了替我催债的小太监，你不是放话说在这里谁都不怕吗？哎呀，那是以前奴婢不自量力，嬷嬷您就别跟奴婢计较了。您看看这手帕可都是用金丝做的，您看看这绣工，这走线。我就喜欢两种狗，一种呢是跪着舔我的哈巴狗，另一种呢就是那种汪汪乱叫的野狗。不知道你是哪一种狗啊？奴婢愿做一条哈巴狗，伺候在嬷嬷左右。这就对了。在这新者库，我就是如来佛祖，任你是谁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来，爬两圈，让我看看。哎。真是不错呀。既然你这么听话，那明日你便去洗衣服吧，就不用再去刷公桶了。谢谢嬷嬷。去吧去吧。
滴答滴，嘟答答滴。李嬷嬷，贪心不足蛇吞象，明日就是你的死期。哎呀，嬷嬷您早啊！看你今天心情格外的好呢，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嬷嬷？于昭仪召我去和安宫小婿。哎，你看我这身打扮，得体不？智慧和优雅都完美的在嬷嬷身上交融了。嬷嬷您不管穿什么，都展示着您绝顶的品味呢。还是小玉会说话。以后啊，还是要倚仗嬷嬷。哎呦喂，这不是造办处的总管大人和内务府的总管大人吗？两位大人是因何事来到新者库这阿杂的地方啊？都放下手中的活儿，把院子里的人都集中起来。发生什么了？干嘛？知道？哎，你看这。啊，盛公公，这到底是所谓何事啊？造办处绣房那边丢了皇上准备赏赐给后宫娘娘的绣品，有人举报说是你们新者库的人偷的。竟敢偷御赐之物，是谁这么大胆？还不赶紧自己交代，等会儿让我查出来了，人头不保。哎呦喂！这怎么可能呢？这些新者库的人，谁这么大的胆子？他敢偷绣房的东西啊？这怎么可能呢？这！李嬷嬷，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吧！你手上这方手帕，便是被偷盗的赃物。什么？这是赃物？真的假的？难道是你偷的？这手帕用的是金线、火蚕丝和孔雀羽线3种珍贵丝线，加上通经断纬的缂丝技法绣成的。10个1等绣女，3个月才能绣出这么一方帕子。这么珍贵的绣品，你也敢用？当真是活腻了！冤枉！老奴真的是冤枉啊！对，是陆九宁，是他给老奴这手帕。对，是他，你才是偷盗之人！这么大胆子，就是。总管大人，奴婢在新者库受罚，根本没机会出去，怎么可能去绣房偷盗？你还想狡辩？昨夜就是你这个贱婢将手帕捎进我的，你这个贱婢，你竟然再曾陷害于我！李嬷嬷，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想狡辩啊？如今怕是于昭仪来了，也救不了你了。你还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九宁，我求求你放过我！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我姐姐在冷宫的时候，是不是你去送的饭？是我。你是想知道你姐姐在冷宫里当日发生了什么？我都说。那日是于昭仪，她去见了你姐姐。老奴记得，当天在冷宫里，老奴去送了饭。我送进去时，见到你姐姐婉才人，她还是面色如常的。过了一会儿，于昭仪便进去了。后来她出来了之后，你姐姐婉才人她就畏罪自强了。果然是他。于昭仪到底为何一定要害死我姐姐？我不知道，我只是帮你姐姐陷害到冷宫里，其他的于昭仪也不让我知道啊！求你，我求求你饶了老奴这条狗命吧！总管大人有所不知，李嬷嬷一直在新者库偷偷敛财，视财如命，坑害了诸多宫人。
这手帕是不是他偷的？只要去他屋子里，好好翻一翻，一搜便知。来人，去搜。是。你这个贱人！大人，搜到了去年丢失的一件先皇后的吉服。先皇后的先皇后的吉服，你这个贱人！李嬷嬷私藏先皇后御用之物，这可是死罪。你还想狡辩？李嬷嬷，平日你胆大妄为、贪财跋扈，今日你竟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哼，今天谁也保不了你！老奴冤枉，老奴冤枉！这吉服是造办处的太监拿来给老奴抵债的。放肆！你这个刁奴，私藏皇后吉服，竟然还敢污蔑我们造办处！来人，革去这刁奴的新者库管事，拖下去，一顿乱棍打断手脚，扔进死牢！不要！我冤枉了，走，我是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我冤枉啊！我冤枉，老奴冤枉！新者库宫女陆九宁因揭发检举有功，即日起接替新者库掌事之位。九宁定当尽心办差，绝不辜负了总管大人和永公公的信任。姐姐，恶有恶报，曾经害过你的李嬷嬷，终于血债血偿了。下一个，我会把于昭仪送到你的面前。九宁姐，你太厉害了！以后我们终于不用过那提心吊胆的日子了。这个宫女长得跟先皇后好像啊，唉，可惜了，是个奴才命。她叫小兰，是个挺老实的姑娘。九宁啊，以后这新者库可就交给你了，好生办差，千万不要出岔子，明白吗？放心吧，永公公。那咱家就回去了。永公公慢走。九宁姐姐，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你有需要尽管吩咐一声。都说这新官上任三把火，刚当上官不得给我们立立规矩吗？九宁姐姐，这3两银子呢，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可别嫌少啊。这是我的手镯，小小心意不成敬意，还望九宁姑娘能给我安排一点轻松的活。李嬷嬷在新者库无恶不作，你们不说群起而攻之，把她拉下马，反而欺软怕硬，为虎作伥，助长她作威作福的嚣张气焰。好在这世道终究是邪不压正，从今往后，我为新者库的掌事，我定拨乱反正，肃清违法乱纪之事。好，好。我陆九宁做事讲究公平公正，我会对你们所有人一视同仁，以后不许再有人花钱买轻松的活干，所有的差事都会轮值，每个人都有机会做轻松的活。好。这个账本里记着以前所有人向李嬷嬷行贿的记录，小玉和小茹曾帮她坑骗工人，参与赌博和借李嬷嬷的高息银子。来人，将他们拉下去，杖责20，以正宫规。九宁，陆长师，我错了，我真的知错了，陆长师，求陆长师放过我们，我们再也不敢了。陆长师，陆长师，陆长师放过我们吧！
后再有人搞这些乌七八糟的事，这就是下场。是。哎，九宁姑娘，永公公，我已经查明李嬷嬷和于昭仪勾结，开设地下赌场和地下钱庄，肆意敛财的证据。我今日来找您，是想跟您商量。九宁姑娘，你现在已经当上了新者库的掌事，就别再查下去了，别闹了，快些回吧，别再查了。永公公，他们欺上瞒下，坑害工人，草菅人命，为何不查？九宁姑娘，于昭仪也有后台，而且这么些年，她在宫中上下打点，无孔不入，不是你说扳倒就能扳倒的。唉，就此打住吧。这后宫里的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不是你能统穿的。你这么拦着我，莫不是连你也牵涉其中？你胡说什么？我怎么有资格跟他们扯上关系？我奉劝你一句，别在这胡闹了，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到时候可没人替你收尸。我不会放弃的，就算他的后台比天高比地厚，我这把钝刀子也要捅穿这天庭，将他们挨个扎出个血窟窿。你见了本宫还不行礼？贱婢，还敢当我家主子？小小宫女以下犯上，居然敢跟本掌事这么说话！贱婢，你放！于昭仪，以后跟我动手前，你最好想清楚，我现在手上可是掌握着你和李嬷嬷合谋开设地下赌场、私放印子钱的证据。你以为搞垮了一个李嬷嬷就能让本宫元气大伤？真是天真！一个李嬷嬷倒下了，我还有张嬷嬷、刘嬷嬷，只要本宫随便动动手指，多的是人为我鞍前马后。既然于昭仪不惧怕，那为何在奴婢面前如此气急败坏呢？陆九宁，你以为成为新者库掌事就可以威胁到我？你有那账本，也奈何不了本宫。好啊，那我们走着瞧。我这把斧子既然能砍掉你的左膀右臂，早晚有一天也能砍到你的身上。放肆！娘娘，有给小皇叔请安。九娘，怎么回事？没什么。小皇叔这是要去哪儿？太妃要去万佛楼礼佛朝拜，让我来内务府置办些东西。哦，别再跟于昭仪斗了。我听说了，你的确不简单，在新者库不多时日，便单枪匹马扳倒了李嬷嬷。可这李嬷嬷是于昭仪眼前的红人，你扳倒了她，于昭仪肯定会为难你。你要先学会自保，才有机会为你的姐姐鸣冤。多谢小皇叔关心。我知道你不畏强权，有勇有谋，可是在这后宫之中，势力盘根错节，你这般锋芒毕露，眼睛里容不得沙子，很有可能会惹到背后更大的势力，你要万般小心些啊。多谢小皇叔关心。上次小皇叔的肺腑之言，奴婢却没听进去。九宁在这里向小皇叔赔礼道歉。免礼。日后还请小皇叔多多提点九宁。突然这般懂事听话，难不成又在谋划些什么？你莫不会
连我都敢算计啊？奴婢不敢。唉，九宁姐姐，这些都是李嬷嬷留下来的账本。这李嬷嬷虽然垮了，可是内务府那帮人根本不敢继续查下去，他们都怕得罪了于昭仪。于昭仪是皇上的宠妃，内务府以前就不敢得罪她，所以我们受再大的委屈都状告无门。是啊。只有皇上才能收拾于昭仪。嗨，我们的冤屈哪传得到皇上那儿？我倒有个办法，能让皇上知道新者库里的冤屈。真的？你真的有办法？有是有，可是这办法有些许欠妥。欠妥？为什么？此事欠妥，还是容我再想想其他办法。九宁姐姐，你想错了。小兰是个罪奴，命都保不住了，还有什么可在意的？而且如果不是你把李嬷嬷拉下马，我欠她那么多债，不被他们打死，也会被逼得投井自杀，横竖是活不了的。那么多的姐妹被逼死，恶人却逍遥法外，把他们做的恶事捅出去，就算搭上我的命，我也愿意。小兰，小兰，谢谢。我替那些每日被欺辱的姐妹们谢谢。这次我们一定能联手扳倒罪魁祸首于昭仪。怎么会有小宫女送你东西啊？难道是定情信物？你胡说什么呢？我都不认识。你们不认识？给王爷请啊！我刚刚看见有宫女和侍卫私通，你们可知罪？王爷，我跟那小宫女并不相识，她给我的东西我还未打开呢。王爷请过目。小皇叔，你不要命了？把这种话交到一个侍卫的手里，这可是要杀头的死罪啊！小皇叔训斥的是，可小皇叔有所不知，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不想看着新者库的姐妹们遭人欺辱，无辜惨死。我若能给他们求得一线生机，死了也在所不惜。你，要本王怎么说你才好？你这话实在是有些过分了，会引发宫乱，皇上震怒的。小皇叔，恶鬼的罪行，若是无人敢站出来揭露，我们便会像现在这样，不敢正大光明的讲话。我不想永远都活得小心翼翼，我想除掉后宫里的食人恶鬼。九宁啊，我知道你想要通过侍卫把新者库肮脏的勾当捅到御前，可是你怎么能把这种杀头的罪证递到一个不认识的侍卫手里呢？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呀。胡闹，稍有不慎，这幅画不仅传不上去，你还会掉了脑袋。你没有办法，可以来找本王啊。可小皇叔上回不是说你不方便参与后宫之事吗？所以九宁只能自己想办法。九宁没有那么多瞻前顾后、权衡利弊，
我只知道，对的事情必须去做。小皇叔，你要去哪儿啊？御书房。这面才是御书房啊。小皇叔，我当然知道把裸画随意交给侍卫会掉了脑袋。其实这些画本来我就是要交给你的，否则我干嘛这几日故意接近你？有了你的帮忙，于昭仪这一次一定会下去见我姐姐了。王爷难道看不出来吗？那个小宫女她分明是故意利用您的。本王何尝不知道她是在利用我，可是在这宫中，除了我以外，谁还会帮她？就当是报答她小时候救过我的恩情吧。小时候……哎，王爷！臣参见皇上，臣有要事向皇上禀报。小皇叔，起来说话。你一向不问政务，今日一见面就行此大礼，究竟所谓何事？皇上，臣今日入宫给太妃请安，无意中查获了一张画，姿势体大，臣深知不可耽搁，所以请皇上定夺。画，给朕呈上来。是。作死！皇上息怒，何人将先皇后的画像画得如此淫秽？皇上，臣今日入宫，在宫道中从巡逻的侍卫手中将此画截获，侍卫并未看过。我观画中之很像先皇后，而且这画像的背面竟写着新者库的高息借据，臣倍感蹊跷，不敢私自处置，所以请皇上定夺。先皇后怎么可能会见这高息的银子？给朕严查新者库，看看是哪个不要命的敢折辱先皇后。是。皇上息怒，折辱先皇后罪无可赦，但如今有人在宫中私放印子钱牟利敛财，而且这借据上有手印有日期，既然敢在皇上的面前目无王法肆意妄为，更是罪无可赦。传朕旨意，将涉事之人秘密带上来，朕要亲自审问。是。谁是小兰？奴婢小兰。抬起头来。当真有几分相像。皇上，这小宫女真有几分像先皇后，就连眉眼之间都一模一样，只不过就是多了几分稚嫩。皇上，臣已查清，其实画像中人并非先皇后，而是这位新者库的罪奴小兰。你跟朕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新者库长侍陆九宁回禀皇上，这画像是前任新者库长侍李嬷嬷为了威逼宫女借高息印子钱故意画出来。他让宫女在自己的裸画上签字画押，以作要挟。一个小小的新者库长侍竟敢如此大胆，在朕的后宫经营地下钱庄。李嬷嬷在任职新者库期间，私立地下钱庄和赌场，牟利敛财，迫害无辜的宫女，甚至有很多宫女都被他逼债到头颈，上吊自尽。把人带上来。是。带李嬷嬷上殿。
是你操纵了星者库的地下钱庄和赌场？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是老奴见钱眼开，就在星者库敛财。可是皇上，老奴的俸禄太少了，所以才设了赌局和钱庄，骗他们赌博，然后让他们借债，利滚利的压榨他们。皇上，老奴知罪了，还请皇上饶命啊！好大的胆子！一个小小的星者库长士，竟敢只手遮天，在后宫干如此勾当！星者库上头的内务府都是废物吗？把内务府管事带上来。传内务府管事杜勇上殿。内务府管事杜勇参见皇上。星者库有人私放印子钱，从中牟利，你可知晓？奴才知道。李嬷嬷暗中开地下赌场，设钱庄，祸害工人。奴才本应出手清查，但是这李嬷嬷的吞吞吐吐，说到底为何？皇上息怒，奴才不敢说呀，皇上。回皇上，奴婢曾拿着李嬷嬷的罪证，到内务府找永公公告状，可永公公惧怕李嬷嬷背后的势力，不敢牵涉其中。皇上，奴才知错呀，皇上。背后势力是何势力？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兴风作浪。皇上明察，是和安宫的于昭仪，是他指使李嬷嬷在新者库敛财，欺压工人。李嬷嬷仗着有于昭仪撑腰，根本不把内务府放在眼里，内务府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他们无法无天。荒唐！说和安宫的于昭仪也牵涉其中，你可有证据？回皇上，这是奴婢在查抄李嬷嬷的房间时查到的账本，请皇上过目。居然真的有后妃参与其中！来人，把于昭仪带上来。传于昭仪上殿。这账册里有你给李嬷嬷和于昭仪行贿几百两的记录，是否是真的？回皇上，是真的呀，皇上。奴才是被迫的，皇上。奴才办差事就得给他们钱，不给他们钱，奴才就办不好差事。奴才办不好差事，奴才的小命就没了呀，皇上。都是他们逼奴才的，皇上饶命啊，皇上，奴才也没办法呀。荒唐至极，简直是个废物。嫔妾参见皇上。于昭仪，你可知罪？皇上，嫔妾知错了。皇上，嫔妾是被这个嬷嬷诓骗了。这个刁奴打着嫔妾的名义到处敛财害人，嫔妾知道后要将他治罪，他为了保命硬要来贿赂嫔妾。嫔妾一时糊涂着了他的当，嫔妾也是被他蒙蔽了呀，皇上。于昭仪，你血口喷人！皇上，所有的脏事都是他指使老奴的，而且所有老奴盘剥来的银子也全都交给他了。于昭仪，他还仗着自己的地位威胁老奴，说老奴若把事情泄露了，他就要老奴全家的性命啊！狗东西，你竟敢污蔑本宫！你个毒妇，你仗着自己是皇上的嫔妃，作威作福，现在出了事情，你别让我顶罪！
就算死也不会放过你！住手！你这个贱奴！放！来人，把他们拿下！皇上，求您饶了嫔妾这一次吧。嫔妾真的不是故意的，嫔妾真的知道错了，嫔妾只是贪了点银子，皇上，求您念在往日的情分，饶了嫔妾吧，皇上。传旨，新者库李嬷嬷仗势欺人，害死工人，拉出去杖毙。皇上，内务府管事杜勇玩忽职守，革职查办，贬入新者库。其他相关涉案人等一律严惩。河安公于昭仪欺上瞒下，目无王法，残害工人，以权谋私，褫夺封号，贬为庶人，此鸩酒自尽，以死谢罪。皇上，求您饶了嫔妾这一回吧，皇上，嫔妾真的知道错了。这奴谢皇上不杀之恩呀，皇上！滚！我不吃你送来的东西。于昭仪，临死之前不吃顿饱饭，黄泉路上可就要做一只饿死鬼了。你这个贱人！我说过，我能砍断你的左膀右臂，总有一天我就能砍到你身上。没想到，这报应来得这么快。没想到我居然会栽到你这个小贱人手里，我的恩宠，我的地位都被你给毁了，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你一口一个贱人，说我们卑贱，可你呢，在纯妃面前又何尝不是一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你又高贵在哪儿？这是我在新者库查抄到的一些银票，这本该进入你的腰包。既然你这么喜欢钱，那我就把它们烧给你。到了阴曹地府，你可以慢慢花。你费这么大劲儿，不就是想为宋婉儿那个贱人讨公道？现在你如愿了，就是我害她入的冷宫，太后寿辰上的纸钱也是我找人还，现在你满意了？嗯？你以为我会信你？就凭你，能调动太医院和张院判吗？我不信你是自己害死了我姐姐，你的背后一定有人指使。说，那个人是不是纯妃？都寡了一个李嬷和我就不自量力了，你居然还敢惦记着纯妃？纯妃娘娘在这后宫中位高权重，除了贤贵妃，无人能与她分庭抗礼。你一个新者库长侍，居然还想和纯妃斗，不自量力！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把此事禀告皇上吗？因为我不会请皇上出面处置，我会亲自把所有害过我姐姐的人一个一个送到我姐姐面前忏悔赎罪。去斗吧，快去斗吧！罗九姨，你快去送死吧！我后尘就是他，我在地府里等着你。死到
老零头，还想着做别人的狗。有些人果然就是跪的久了，背都挺不直了。你怕纯妃，我可不怕。天理昭昭，任他怎么位高权重，我都要把他千刀万剐。来人，把毒酒拿进来。喂他喝。是。老公，这是小乔的这个贱人，他竟然搞垮了于昭仪，这个废物居然这么容易被搞死！娘娘息怒啊，小心气坏了身子。奴婢听说今日陆九宁去冷宫给于昭仪送了毒酒，现在外面有人议论宋儿的死另有隐情，这样下去恐怕对娘娘不利啊。死无对证，他能奈我何？新者库的人来报，陆九宁好像有什么证据要交给贤贵妃告状。他这是找死！再去查，看看是不是于昭仪给了他什么证据。是。单单一个宫女不足为惧，但若是贤贵妃参与其中，对我出手，那就麻烦。当务之急是立马解决到陆九宁这个宫女。是。奴婢今日按照娘娘的吩咐去新者库沤花肥，这才得知新者库的长侍换了个人，换了个年纪比较轻的宫女做长侍，年龄不大，倒是把新者库整治的法纪分明，井井有条。那个宫女好像是叫陆九宁。哦，陆九宁，莫不是之前婉才人身边的人？是。听说他当初是为了给婉才人鸣不平，得罪了于昭仪，才被罚入新者库。没想到他竟因祸得福，在新者库发现了于昭仪和李嬷嬷勾结，私放印子钱一事，到末了竟然惩治了于昭仪。你以为他真的是赶巧？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要我看，是他做好了计划才主动去的新者库。主动去的新者库？奴婢不懂。婉才人的死确实蹊跷，那么聪明伶俐的一个人就这样没了。确实可惜啊。不过他身边的这个小宫女也不简单。有些人啊，就像一把淬火的刀，越捶打就越刚强锋利。本宫倒是很欣赏他。兰花如翠，玉凝露，风姿清雅，皇上素来雅爱幽兰。这株兰花，本宫过几日要亲自献给皇上。这株翡翠兰是娘娘精心培育的珍品，皇上见了必然会喜欢的。燕秋，你交代下去，让花房精心照料，好生看管。是。大家手下要当心，尤其是娘娘这盆翡翠兰，这个要这样，是我们永秀宫献给皇上做生辰贺礼的，大家千万要小心，万不能出了任何差池。是。搜一下图，这里。是。娘娘，娘娘不好了！怎么回事？娘娘，奴才真的不知，昨天这盆翡翠兰还是好好的，上午还浇过水，那时还是完好无损的。这几日照料翡翠兰，奴婢一直亲自盯着，
万没有纰漏。最近用的什么花肥？花肥是新者库特制，前2日新者库长师刚刚送来。那长师叫陆九宁，花肥出了事儿，奴婢马上去找他问责。陆九宁就是那个惹事精，听说他为了给他主子报仇，到处挑事。既然花肥是他准备的，还是先找他问个清楚。去，传陆九宁过来问话。是。娘娘，娘娘，传不来了。奴才刚刚在外面遇到了纯妃娘娘，她正带人气势汹汹的前往新者库找那个陆九宁算账去了。这可是太后今夜要用的，你可刷仔细些啊。啊，是。陆长师，哎，这个往那边放，要晒到太阳。哎，陆长师。纯妃娘娘到！给娘娘请安。给本宫拿下他！纯妃娘娘，纯妃娘娘为何要抓奴婢啊？砍了他的双手，再割了他的舌头！生下！纯妃娘娘，宫人犯错也要按律处置。您这么私刑宫人，就不怕皇上知道了怪罪吗？出了事本宫兜着，给我动手！我看谁敢！我看谁敢！贤贵妃娘娘，奴婢愚钝，不知道犯了何罪，惹得纯妃娘娘大怒，竟要砍了奴婢的双手。奴婢冤枉啊！求娘娘救救奴婢！贵妃娘娘，怎么一个小小的新者库罪奴，竟也劳得您亲自前来关照啊？纯妃，这个小宫女犯了何事？本宫为皇上培育兰花，因用了新者库花肥，致花叶枯萎。本宫前来是要把陆九宁带回永秀宫补救兰花。他若是没有犯什么大错，纯妃还是不要惩治的好，免得落下个私刑宫人的名声。还不放手！回贤贵妃，花肥出了问题，奴婢难辞其咎。奴婢可以马上去为您配置新的花肥。跟我回去吧。是。走。纯妃，稍微试探，你就这么急不可耐的想要除掉我？看来于昭仪说的不错，你果真跟我姐姐的死脱不了干系。奴婢有罪，请贵妃娘娘责罚。你何罪之有？娘娘前日派燕秋姐姐来新者库，要培育兰花的花肥，奴婢擅作主张，在您的花肥中加了豆饼残渣，让兰花草叶得了蝼蛄并枯萎。这么说，你是故意引本宫到新者库，借本宫的手，把你从纯妃手中解救出来？奴婢猜到纯妃娘娘会来惩治奴婢，也知道娘娘您是个爱花如命的人，所以
在您的花肥中做了手脚的。娘娘为了兰花，不得不来信者库保下奴婢。是奴婢设计了娘娘，以求自保。奴婢自知有愧，不敢欺瞒，请娘娘责罚。你好大的胆子！奴婢知错，甘愿领罪。燕秋，去给他拿把伞。是。你这个小宫女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竟算计到本宫头上。念你事出有因，本宫就先饶你这一次。娘娘因为你又得罪了本来就不和睦的纯妃，还不快谢恩？谢娘娘大恩。起来吧。若是救不活这翡翠兰，本宫定要治你个重罪。娘娘放心，豆饼残渣不会让兰花枯萎，奴婢有办法救治。最好是，若奴婢救不了兰花，奴婢提头来见。奴婢这就去。伞拿上。谢娘娘。快去吧。这个宫女倒是胆大心细，很像本宫年轻的时候，一身热血，敢做敢当。如今本宫在这深宫里已经被磨去了棱角，看见她便如同看见当年的自己。可是娘娘，她这般莽撞大胆，还诡计多端，您这么纵容她，她会不会给我们惹祸呀？不畏强权，忠心护主，她的一片赤诚之心，在这后宫里是难能可贵的。就让她留在永秀宫吧，多加管教。本宫相信，她不会让本宫失望。是。这蒌菇10根，叶纤维而茎叶厚腐。这寻常百姓庄稼田里生了蒌菇，只需用苦炼皮煎汤灌根，不出3日便可恢复如初。如此便好。这翡翠兰，本宫过几日要献给皇上，这几日你们一定要用心照料。是。云香，这花房的事就由你负责。是，娘娘，奴婢一定精心照看好翡翠兰。九宁，你懂得可真多呀！是啊，小镯子也算是个养花高手了，竟然也不知道根都坏了。这翡翠兰是贤贵妃娘娘要送给皇上的，大家行事自然小心谨慎，不敢动土，自然发现不了问题。惹祸精，生蒌菇病还不是因为他？你们还这么夸他？什么时候开始向着外人了？娘娘说了，让我照看，你去外面扫地去吧，这里不劳你费心。云香姐姐，大家都在永秀宫做事，九宁她会改过的。他设计娘娘，差点连累我们，你怎么这么不长记性？他若再在花房里做什么手脚，我可担待不起。从今日起，大家可要看好了，不许他这个惹祸精进入花房，也不许他再靠近翡翠兰一步。出了事，他不仅会害死我们，还会连累整个永秀宫。是。九宁，见过小皇叔。我听说
你毁了贤贵妃的兰花珍品，而且还差一点被纯妃堵在新者库，要砍了双手。你这屡次以身犯险，你要本王说你是命大还是运气好呢？小皇叔说笑了，奴婢也不想屡次以身犯险。一开始，本王只是觉得你胆子大，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不敢做的。狠起来，谁都敢利用。话说，你上次利用本王，将画像交给皇上，你准备怎么答谢本王呢？小皇叔说笑了，奴婢哪是利用，是小皇叔知道奴婢走投无路，挺身而出，热心助人。就连这次，听闻我毁坏了贤贵妃的兰花，也好心送来了这盆兰花，好让奴婢免于责罚。可见小皇叔心善，奴婢谢过小皇叔。这可是金钗春兰，是本王特意寻来观赏的。这可是名品，叶绿如剑，形如金钗。那小皇叔该好好赏花才是，怎么抱着花跑来这永秀宫呢？王爷，这金钗春兰分明是您得知九宁姑娘毁坏了贤贵妃的兰花，特地跑到太妃宫里求来的。虽说你如今在永秀宫当差，可你已然是纯妃的眼中钉、肉中刺。纯妃在后宫中位高权重，其母家军功赫赫，深得皇上的器重。她可不是你用些小伎俩，拿点小把柄就可以动得了的。谢小皇叔提醒，看来小皇叔深谙后宫的生存之道。可奴婢只信自己，不信命，更不信这权势可以赶尽杀绝我们这些无名小卒。如今你已身处风口浪尖，以后一定要小心谨慎。小王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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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最近是不是着了九宁姑娘的道了？怎么一遇到她，就变得言行古怪呢？本王没有着任何人的道，只是这九宁姑娘的确令本王佩服。她那一股谁都不怕，敢于打破常规的劲儿，是本王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以前是我小瞧她了。我咋看不出她这么好呢？皇上的字越发苍劲有力了。朕最近抄了一部经，想着太后从避暑山庄回来，便给她送过去。想起太后，朕就想起太后的寿宴上被关入冷宫自戕的婉才人。当日婉才人给太后献的生辰礼，明明是一对安睡香囊，可当众打开，却成了一盒纸钱。婉才人柔顺心善，仔细妥帖，他是不会诅咒太后的。皇上所言极是，当日之事确实蹊跷，疑点重重。但纯妃以婉才人对太后大不敬的罪名，将她关入冷宫，之后便传出了婉才人自戕的消息，不免让人心生悲凉啊。纯妃的父兄镇守边关，出战告捷，为了让他们安心，朕也不好追究过问此事。是，皇上思虑周全。皇上，纯妃娘娘给您送枇杷膏来了，传她进来。是。皇上圣安。免礼。臣妾近日听说皇上犯了咳疾，臣妾亲自熬了枇杷膏，给皇上润喉。纯妃有心了。
皇上，这是臣妾特意为您熬的，您要是不趁热喝，一会儿就凉了。皇上，臣妾还要回宫照料兰花，先告退了。去吧。贵妃娘娘，臣妾听闻贵妃娘娘宫中育有珍品翡翠兰，特意献给了皇上。皇上一开心，赏了不少名贵奇花，其中有一株极品瑶黄牡丹，唤作金丝冠顶。是，皇上对姐姐好用心，臣妾好生羡慕。瑶黄牡丹国色天香，只培育出了一株，朕已赏给永秀宫。朕若得了更好的，便赏赐给你。谢皇上，只是这花实在难得，不如这样吧，皇上，太后过几日要从避暑山庄回来，我们借此机会在永秀宫办赏花宴，如何？也好，宫中许久没有这么热闹了，此事就交由永秀宫去办吧。到时候大家可一同前去赏花。臣妾领旨，永秀宫一定用心办好赏花宴。臣妾告退。贤贵妃，赏花宴办得好是应该的，办得不好，可就是你的罪过了。来，放这里吧。慢点儿。放这儿，给我吧。小心。这里好好擦一下。来，小心。来。对。我放这儿了。娘娘。嫩晴天气牡丹香，不及瑶家宫样黄。本宫听闻，以前民间为了欣赏这瑶黄牡丹，还要排队花银钱。今日一见，果真是花中之王，稀世罕见啊！娘娘，瑶黄牡丹只此一株，价值连城，皇上赏给了娘娘，可见皇上有多宠爱贵妃娘娘。另外，皇上特意吩咐内务府送来一些其他的鲜花，为赏花宴添光增彩。皇上吩咐本宫办这赏花宴，和后宫姐妹们共睹这奇珍异景，还有劳刘公公帮忙啊。多谢娘娘。本宫要亲自去迎接太后，宫里的事就交给云香。你们要仔细办差，万万不可出差错。是。恭送娘娘。刘公公，这边请。好。这瑶黄牡丹是真好美，不敢反省。我看第一次，别碰，快点太远了。小桃，浇水吧。是。等一下，云香姐姐，我总觉得哪里不对，还是再检查一遍花，再浇水吧。又是你，不让你进来，你还非要偷偷闯进来，赶紧给我出去！可我总觉得有人在这个花里动了手脚，还是再检查一遍吧。娘娘特意交代，让我负责花房的事。我说话不好用了是吧？都忘记她在花肥里做手脚，差点害死我们的事了吗？按照规矩，送到宫宴上的花，要在搬去之前浇最后一遍水，保证水分充足。不浇水，出了岔子，我们谁都担待不起。九娘，你别闹了，云香姐都让你出去了，你没听到吗？按照规矩是应该要浇水，今日日头大，太阳足，要是不浇水的话，这瑶黄要是被晒蔫了，我们整个永秀宫可都吃不了兜着走啊！云香姐姐，还是再检查一下吧。看吧，看吧，我就说他要闹事，还敢直接动手！哼，
你到永秀宫就是别有用心，怕是想破坏娘娘的赏花宴吧？来人，给我拿下！快点啊，等什么呢？是。这怎么办呢？这我怎么交代啊？烦事！这怎么了？这下就完了。永秀宫今日办赏花宴，众姐妹一定都想看看这罕见的瑶皇牡丹，咱们一会儿就可以一饱眼福了。是。给各位娘娘请安。这花中之王的瑶皇牡丹在哪儿呢？听说内务府早就把瑶皇牡丹送来了，快给我们看看吧。回各位娘娘，贤贵妃前去接太后去了。这赏花宴还得等太后娘娘来了才能开始，还请各位娘娘入座稍作休息，等待片刻。这帘子怎么落下来了？难不成有什么猫腻？纯妃娘娘，太后还没到，赏花宴还没开始，您不能进去。放肆！敢拦本宫的路！纯妃娘娘，您不能进。怎么回事？这是瑶皇牡丹，这瑶皇牡丹是怎么了？这瑶皇牡丹是皇上御赐之物，还邀请了太后一起观赏。你们永秀宫的宫女是怎么办事的？娘娘息怒，奴婢知罪。本宫还好奇你为何拦着不让人进来，原来是你们毁了皇上的御赐之物。来人，把永秀宫的宫女全部拉下去杖毙。且慢，按照宫规，妃嫔不得越权处置他宫事务。这里是永秀宫，贤贵妃乃永秀宫主位，位分也在您之上。就算要罚，也得等贤贵妃回来亲自处置。娘娘一定要当众擅权于制，就不怕惹了贤贵妃震怒，怪罪于您吗？你倒是忠心护主。永秀宫毁坏瑶皇牡丹，你以为贤贵妃脱得了干系吗？她自身难保，她来了也一样会处死你呢。后宫之中等级森严，尊卑有序，万事讲究名正言顺。就算今日我们必死无疑，但由谁来处置大为不同。娘娘一定要违背祖制，也必定难逃皇上的责罚。巧舌如簧，一派胡言，犯了错还振振有词。先将他们两个杖毙，出了事本宫担着。动手！娘娘，对不起，我不该不听你的话，是我害了你，一定要等到娘娘回来。皇上驾到！太后娘娘驾到！皇上圣安，太后娘娘圣安。这是为何呀？回皇上，这御赐的瑶皇牡丹被永秀宫的宫女损坏，臣妾正在教训办事不力的宫女呢。瑶皇牡丹价值连城，珍贵无比，是谁毁坏的？皇上，是臣妾管教宫人不力，扰了太后和皇上的雅兴，还请皇上
让臣妾查明事情原委，亲自处置。钱贵妃这是有意袒护了。无论什么原委，这瑶皇牡丹如此珍贵，如今被永秀宫的宫女损坏，铁证如山，还查什么？整个永秀宫都难逃其咎。回皇上，永秀宫上下做事尽职尽责，今日之事是有人暗中陷害。暗中陷害？是，奴婢有办法证明是有人做了手脚，故意毁坏了瑶皇牡丹，来陷害永秀宫。只要皇上将今日搬过花之人全部传来，奴婢自有办法揪出这陷害之人。一派胡言！毁了牡丹就说有人陷害，这永秀宫难道你做主？皇上还得听你一个小宫女的片面之词吗？臣妾愿做担保，陆九宁可以揪出陷害永秀宫之人。倘若他找不出所谓的陷害之人呢？臣妾那便交出凤印，剥去长宫之权，永秀宫上下甘愿受罚。准了，把抬牡丹的太监给朕传过来。是。你们之中是谁损坏了瑶皇牡丹？现在站出来，朕可以免他一死。若是没有人主动承认，待会儿被朕查出来，满门抄斩。陆九宁，你有何办法能查出是谁？回皇上，瑶皇牡丹花盆中的景观石被人用矾石替换，矾石遇水沸腾，所以当宫女给花浇水时，顷刻间就烧毁了瑶皇牡丹。碰过矾石之人手上必定沾了矾石粉末，想要查出这陷害之人，只需要将他们的手挨个放入水中，一试便知。张公公，奴才在。上水盆。是。狗奴才，快点！皇上还等着呢。快点儿！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奴才再也不敢了！好大的胆子！你一个小小的太监，竟敢设计陷害整个永秀宫！说，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大胆刁奴，还不认罪！胆敢毁坏瑶皇牡丹，陷害永秀宫，你想被诛九族吗？奴才，没人指使奴才，是奴才曾在历锦轩当差时，被陆九宁教训过，心存怨恨，这才蓄意破坏瑶皇牡丹，报复他泄愤。拉下去，斩了。是。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
给娘娘请安。娘娘，奴婢知错了，是奴婢未曾发现花盆中被人动了手脚，还执意不听九宁的劝告，不仅害了妖皇牡丹，毁了赏花宴，也差点害了整个永秀宫。你知错便好，这几日你处处为难，针对九宁，本宫都看在眼里。今日九宁救你于危难，也证明了整个永秀宫的清白。经此一事，你可要好好长点教训，明白是非轻重，今后切莫再糊涂任性。是娘娘，奴婢再也不会这样了。九宁，对不起，是我错了，我不该刻意针对为难你。从今往后，您就是我云香的大恩人。云香姐姐，使不得，你快起来。今日永秀宫遭人暗害，毁了赏花宴，众人束手无策。陆九宁临危不惧，护住了云香的性命，也保全了整个永秀宫。本宫要嘉奖他。九宁今后便是本宫身边的1等长侍宫女，可入殿伺候，伴随本宫左右。奴婢叩谢娘娘大恩。好了，都退下吧。是。九宁，娘娘可是有何事要奴婢去做？本宫知道你心里做了什么打算，但这后宫中不是你想象的那般简单。这里没有绝对的黑白对错，是非分明。纯妃权大势大，皇上对她极为宠爱，君恩难测，她不是你抓住罪证就能扳倒的。今后你在永秀宫当差，务必安分守己，不可莽撞行事，本宫可保你无虞。是，奴婢谨遵娘娘教诲。有了贤贵妃为靠山，纯妃，你等着，我一定会把你害我姐姐的罪证公之于众，将你剥皮削骨，血债血偿。云香姐姐，可是要去绣房？是啊，这夏至将近，娘娘特意吩咐宫内换纱，按照旧例要在端阳前换纱的。不过今年闰4月，节气比往年早，娘娘吩咐我亲自去绣房，命他们先紧着太后的云缎纱衣赶出来，务必在15之前呈验。我听说太后喜欢织造局新进的软烟罗，我还未去过绣房，云香姐姐可以带我去看看吗？你呀，这几日娘娘日日教导你规矩，你是想偷懒出去玩吧？云香姐姐，你就带我去看看吧。好吧，那你们不用去了，回去吧。九宁，你跟着我便是。哎，那锦屏不是纯妃身边的长侍宫女吗？怎么在沈昭仪身边贴身伺候啊？秀主，没事吧？哎，还亲自给她揉脚呢。大抵是因为沈昭仪受宠吧？九宁，你有所不知，这个沈昭仪入宫不久便被皇上宠幸，不知怎的，她攀附上了纯妃，一时风头无两啊。风头无两？姐姐近日跟在娘娘身边读书，成语倒是识了不少啊。你就知道打趣我。娘娘哪里来的不长眼的奴婢？如月，给本宫掌嘴！
奴婢是永秀宫的宫女，不小心冲撞了沈昭仪，请昭仪恕罪。永秀宫，下次再敢这么不长眼，本宫定不会轻饶了你们。是，奴婢下次一定注意。如月，赶紧去太医院找李太医重新配药。是。沈昭仪，咱们该回去了。苎麻根、菟丝子，这些都是保胎的药。我曾经为姐姐煎过安胎药，绝对错不了。沈昭仪怀孕了，锦屏为何这般步步紧跟？纯妃为何这般拉拢有孕在身的妃嫔？她到底想干什么？贤贵妃娘娘吩咐，按各宫娘娘们的品级、位分送去制新衣的缎子。纯妃娘娘云缎2匹，素缎2匹，绛色13丈。宜嫔娘娘云缎2匹，素缎2匹。沈昭仪素缎1匹，素花纹绣下布5丈。新昭仪素缎1匹，素花纹绣下布5丈。冯昭仪素缎1匹，素花纹绣下布5丈。小桃，我跟你换，你去送宜嫔娘娘的缎子，我来送沈昭仪的吧。为什么啊，九宁姐姐？我是听说这沈昭仪有些跋扈，这要是知道自己得了素花纹绣的下布，免不了又得发作一番。你何苦去受这气呢？好啊，九宁，你太好了。那你被骂怎么办呢？我没事的，来，你去吧。野狗，从哪来的野狗？来人，抓住他！保住沈昭仪，我惊吓到沈昭仪。这么不小心把野狗放进来，若是沈昭仪出了事，当心你狗头不保。永秀宫的宫女陆九宁给沈昭仪请安，奴婢奉贤贵妃之命，来给沈昭仪送夏装的衣料，放那边吧。是。沈昭仪，奴婢见您神色憔悴，可是没休息好，要不奴婢给您揉揉肩？不必了，你可是永秀宫的大宫女，来我丽景轩献什么殷勤？赶紧回去吧。这是奴婢亲手做的香囊，送给昭仪。什么意思？回昭仪，这香囊有安神的作用，里面不仅添加了助眠的薰衣草、合欢花，还有珍贵的麝香呢。滚！拿上你的东西，赶紧滚！本宫让你滚，没听明白吗？
是。奴婢告退。这个沈昭仪真够谨慎的。之前汤药的药草，再加上刚才一听到麝香这般紧张，她肯定是怀孕了。只是她和纯妃到底在勾结什么呢？糊涂东西，你不守在主子跟前，你跑来后院干什么？沈昭仪没事还好，若是受了惊吓，仔细你的皮！奴婢知罪，奴婢也是担心昭仪的安危，这才乱了方寸。还不快去请张院判！记住，要请张院判。奴婢记住了。把这些药拿去归档。明白。刘太医，张院判在吗？奴婢来请张院判去给沈昭仪诊脉。张院判去永秀宫给贤贵妃娘娘看诊了。如月姑娘稍等片刻。九宁姑娘，你有何事啊？我来给贤贵妃取止咳药的。贤贵妃的止咳药，燕秋姑娘已经取走了。啊？那我来晚一步了。刘太医，我家主子受了惊吓，不能多等啊。张院判是要很久才回吗？如月，你做事怎么能这么不懂变通呢？既然沈昭仪受了惊吓，你何必拘泥于哪个太医看诊啊？你这死脑筋，万一出了差错，耽误了娘娘的病，那罪过可就大了。可是我家主子一向都是张院判诊治的。如月姑娘放心，太医院有各宫娘娘的脉案存档。微臣看过沈昭仪的脉案，她体质虚寒，气滞血瘀，微臣这就开一个安神的方子，你拿去让药房煎药。好。等张院判回来，我会立刻转告他，让他去给沈昭仪诊脉。沈昭仪受了惊吓，需要安心静养。我这药方里的红花和合欢皮能够解郁安神。谢刘太医。刘太医给沈昭仪开的安神药，竟然加了益华胎的红花和合欢皮。也就是说，太医院并不知道沈昭仪已经怀孕。和我姐姐一样，沈昭仪怀孕一事，太医院没有记录，根本没有上报。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纯妃在背地里暗箱操纵。锦屏明明是纯妃身边的掌事宫女，却对沈昭仪鞍前马后，寸步不离，实为监控。哎呀，小主，没事吧？沈昭仪知道自己有了身孕，所以万般谨慎小心，听到麝香就如临大敌。回昭仪，这香囊有安神的作用，里面不仅添加了助眠的薰衣草、合欢花，还有珍贵的麝香呢。滚！拿上你的东西，赶紧滚！但他却隐瞒不报，太医院其他太医无人知晓。沈昭仪问诊只找张院判，是因为张院判已与纯妃勾结，想要用沈昭仪的肚子瞒天过海，借腹生子。万才人根本就没有怀孕，何来脉案记录？原来当初他们陷害我姐姐进了冷宫，也是因为盯上了姐姐腹中的孩子。娘娘，九宁这么晚回来是去哪儿了？啊，九宁见娘娘这几日咳疾不见好，于是去了一趟太医院，想给娘娘拿药，没想到药已经被燕秋姐姐拿回来了。你哪是去拿药了？别以为本宫不知道，你去了丽景轩。你借着本宫咳嗽的理由，叮嘱燕秋一定要去请张院判过来看诊。
我就知道你心生了鬼主意。回娘娘，奴婢见承熙宫的锦屏频繁的前往沈昭仪的宫中，觉得行迹可疑，于是便借着送衣料去探查了一番。九宁，本宫知道，无论怎么劝你，都打消不了你想复仇的心愿。你想为姐姐讨回公道，无论经历什么，你都不会放弃。可你知不知道，看着你，我就像看到当年那个一身热血、敢做敢当的自己。就是这番相思，让本宫对你格外揪心。你的敌人要比你想象的更强大，稍不小心便会万劫不复。这段时间，本宫日日按着你，读书练字，耳提面命，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吗？本宫把你留在身边，是欣赏你的胆识，更是想护着你，把你当做需要引导、需要保护的妹妹。你还不明白本宫的苦心吗？本宫不愿看到你因为仇恨迷蒙心智，一错再错。九宁，叩谢娘娘万分抬爱。九宁自小被拐卖为奴，历经人间疾苦，从小到大就没过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但在娘娘这里，九宁感受到了娘娘对我的关怀和对我的尊重，这让我更加坚定。出身低微，虽然无法抉择，但命运的走向必须由我自己掌控。就算被高高的权贵踩在脚底，九宁也要一刀刀，一步步，为自己搏出一条有尊严的活路。我要他死！一帮蠢货，我怎么养了你们这群蠢货？拙劣的气就把你调虎离山！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啊！当时厉景轩突然跑入了一只野狗，奴婢恐伤及沈昭仪肚子里的孩子，这才中了那贱人的计啊！还有你，一个香囊就把你试出来了。你们吵着嚷着一定要张院判来看诊，审判别人看不出来有问题，蠢笨如猪。娘娘，是香囊里面有麝香，嫔妾担心会小产，所以才……他一定是故意的。都给我仔细些！如若再出纰漏，坏了本宫的好事，别怪本宫不给你们活路。是，奴婢一定将功补过，嫔妾日后一定将功补过。沈昭仪，本宫答应你的事儿，绝不会食言。你要打起精神，永秀宫那个小宫女的诡计，你要格外警惕。若是她害你肚子里的孩子出了意外，那你的荣华富贵，你沈家的荣耀和你的前途，可就都断送了。是，嫔妾一定不负娘娘的期望，日后定当格外谨慎小心。你且好好养胎，等为本宫生下这个孩子之后，你会要什么有什么，尊贵无比。是，嫔妾谨遵娘娘教诲。从今日起，你便在厉景轩称病不见客，老老实实待着，给本宫保护好这个孩子。是，娘娘，嫔妾定当照做。通往厉景轩的大门怎么会一直紧闭呢？真是奇怪。王爷，王爷，九宁，
小皇叔，你神色如此匆忙，这是要去哪儿啊？我是专程来找你的。找我？王爷今日得皇上召见，刚从御书房出来就跑来找你了。何事啊？现在纯妃动不得，本王劝你不要招惹她。纯妃不简单，现在你要做的便是藏锋守拙，静候时机。纯妃只手遮天，在这后宫中草菅人命，目无王法。每多等一天，就会多一些被他害的人命。你要我藏锋守拙，静候时机到什么时候？小皇叔如此瞻前顾后，莫不是害怕了？你怕纯妃的母族，怕纯妃的恩宠，还是怕皇上怪罪？九宁，我跟你一样，都很痛恨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可如今，民间拐卖孩童成风，买卖残害妇女猖獗，我一直都在调查。现在我已确定的是，这宫中有人与宫外的人口贩卖势力相勾结，纯妃或许就是他们的后台。现在若是惊动了他，线索断了，那岂不是功亏一篑？所以你万不可轻举妄动。小皇叔说的可是真的？千真万确。本王小时候随父皇出游，也曾走失过，被人牙子掳走，还好当时被人所救，否则我现在应该也和那些被拐卖奴役的人一样，不知道何时就丢了性命。所以我一直在探查那些盘踞深处的人口贩卖势力，想要为那些被拐卖奴役、命运悲惨的人做点什么。如若真如小皇叔所言，那奴婢愿意暂时按兵不动。既然小皇叔如此深明大义，那奴婢还有一件事想告诉你。纯妃和沈昭仪。锦屏姐姐叫我们去内务府拿这些玩耍之物做什么？沈昭仪这几日有恙在身，不便出门，说是快要闷死了，这些都是给她解闷儿的。哎呦，都是我不小心。九宁姐姐不碍事的，这些东西我们自己捡起来就行。九宁姐姐是在给贤贵妃娘娘办差吗？是啊，我着急给娘娘送花呢，这才这么不小心。那九宁姐姐，您先去忙吧。没事儿，我帮你们一起收拾。你们这是给沈昭仪送玩物呢？嗯，是。好，当心点啊。好。整日待在这小小的丽景轩里，没病也快闷出病来了。沈昭仪，皇嗣为重。如月，照顾好沈昭仪。我去厨房看看，给沈昭仪准备的药膳做好了没？是。哎，娘娘，奴婢今日刚从内务府领回来了棋，要不奴婢陪您下棋，打发时间吧。也罢，娘娘您请坐。
本宫今日困得紧，身子乏，吩咐下去，今晚谁都不许来打扰本宫。本宫要早点休息。是。你们都下去吧。是。对了，御膳房给各宫送的甜酒酿，我喝不了，少你们了，别糟蹋。谢昭仪。沈昭仪深夜来永秀宫，可是来找人。那封书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问过宫女了，他们在路上只遇到过你一个人，是不是你把信放进棋盒里的？是我。那封书信是您哥哥亲手所写，你也正是因为认出了你哥哥的笔迹，才来找我的，不是吗？我哥哥的书信为什么会交给你？所以那封书信里的内容都是真的，千真万确。奴婢曾在几日前遣人去您的家乡秘密暗访，这才得知您的哥哥已经不是县丞，您的家人也不知所踪。追查一番，才打听到他们早在1个多月前就被纯妃派的人秘密接走了。昭仪，陈飞他一直都在骗我，他一直都在骗我。待你生下孩子，便会是他将你吃干抹净，通通灭口之时。你再这么继续下去，只会害了家人，害了自己。所以你早就知道了，什么都知道了。你放心，你的家人已经有人暗中派人保护起来了。我带你去个地方。沈昭仪，你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但你一定听过他的流言。他便是昔日的容妃。容妃，传闻中，容妃娘娘原本极受皇上的宠爱，但却在一夜之间被冠以毒害后妃的罪名，剪去了舌头，打入冷宫。你带我来见她做什么？你可知容妃为何一夜之间从宠妃沦落到如此境地？奴婢之前在新哲库当值的时候，曾听宫中的老嬷嬷们说，容妃一心贪慕荣华富贵，出卖自己的良知和底线，帮纯妃毒害后妃。事情败露之后，纯妃毫不犹豫地将她抛弃，命人剪了她的舌头，将她打入冷宫，成了你现在看到的这副样子。沈昭仪，
这就是与虎谋皮的下场。泥土之粉，现在回头还不晚。可是我已经上了贼船，骑虎难下了。纯妃权势滔天，我没有办法忤逆他。你无需惧怕纯妃，只要你不再配合他，别让他的阴谋得逞。你是想让我反抗他？我一直以来伏低作小，任他摆布，虽然活得怯懦，可是如果我反抗，只会死得更快，就像晚才日那样。不行，我不能以卵击石，自己送死。你这几日接近我，莫非就是想要利用我揭穿纯妃，替你姐姐沉冤昭雪？我是想为我姐姐沉冤昭雪，可是昭仪，我也想帮你啊。在这后宫之中，我们生而微末，本就活得不容易，我们应该抱团取暖。我不想看着你像我姐姐那样平白无故的丢了一条性命，我也不想看着你像容妃那样被利用完了以后弃如敝履。就算你想要得到尊贵和体面，待你生下了皇嗣，这一切本该都是你的。你本可以凭本事为你和你的家人挣得荣耀的，你怎么反倒把自己的命运和全家人的性命安危交付到他人手中，任人拿捏？你说的没错，纯妃的确是想要我肚子里的孩子。你若信我，我能帮你。可若你做不到，我们两个都会丢了性命。你们这两个贱婢，怎么照顾沈昭仪的？喝点酒酿都把自己喝醉了。扶我起来。再有下次，本宫就弄死你们！滚！娘娘，这两个奴婢固然该罚，但也是因为嫔妾疏忽导致的。你说陆九宁是半夜偷偷潜进丽景轩，强行拉你去冷宫，让你见到那个疯子的？是，嫔妾昨夜见到了。之前嫔妾就对容妃略有耳闻，昨日一见更是吓坏了。那容妃不仅办事不力，还险些牵连娘娘，她真是没有，真是该死。平时也不见你这么伶牙俐齿的，是陆九宁教你说的吧？不是的，娘娘，嫔妾对你绝无二心。娘娘。沈昭仪，本宫知道，陆九宁一定会告诉你，只要你自己生下孩子，哪怕没有本宫的扶持，也一样会母凭子贵，获得荣宠，且正大光明，不被拿捏，对不对？啊，不是的，娘娘。本宫的父兄是当朝镇国大将军，本宫又是皇上的宠妃，只要你为本宫生下孩子，本宫不仅可以让你晋升为妃，
而且还能请父兄去求皇上，给你全家加官进爵。是，娘娘。大树底下好乘凉。沈昭仪，本宫可是千挑万选，独独见你聪明可人，秀外慧中，才把这难得的机会送给你。沈昭仪，你可得好好把握住哦。是，娘娘。3日后，皇上会带着后宫妃嫔，在奉贤殿举办端午宫宴。恭祝皇上福寿安康。我该怎么做？你只需多吃些平日里不想吃的油腻食物，你便会觉得恶心呕吐。皇上在场，一定会给你传太医诊脉。我已打听过了。那日当值的是刘太医，他不是纯妃的人。只要他能将你的孕脉禀告给皇上，那纯妃就再也不能将你的孩子据为己有。剩下的都交给我。好。沈昭仪，身子可是有什么不适？回皇上，嫔妾并无大碍，嫔妾方才只是贪嘴，多吃了一些，肚子有些不舒服。皇上，臣妾看沈昭仪脸色不对，传当值太医来瞧一瞧吧。传太医。是。传太医。微臣叩见皇上。刘太医，你给沈昭仪把一下脉象吧。微臣遵旨。回皇上，沈昭仪脉象悬紧，关齿滞涩，乃肝郁气滞、脾胃失和之症，因过食肥甘厚味，致湿热郁结中焦，这才会出现胀痛、呕恶。沈昭仪，你一向身轻体弱，最近又病着，要好好的休养身体啊。多谢皇上挂心，嫔妾日后定当多加小心。刘太医，你确定沈昭仪不是因为害喜才呕吐的吗？微臣3按寸关尺，晨取补取交替诊查，沈昭仪的脉象冲任二脉平和，确无胎息之征。沈昭仪她并未怀孕。刘太医，你可查验的仔细？回皇上，微臣验得仔细，确定沈昭仪未有身孕。沈昭仪，你快自己跟皇上说。你这个贱婢，皇上面前胡乱猜测什么？太医的话都不信？回皇上，我当然没有身孕。刚才当值的刘太医已经为我诊脉。你一个小小的宫女，一再质问，你究竟是何居心？难道你是怀疑我欺君罔上？回皇上，沈昭仪刚刚明明连酒杯里的酒都不敢喝，奴婢可以确信，沈昭仪的确怀有身孕，但她受人控制，不敢多言，请皇上明察。
请皇上明察。你说我受制于人，我倒是想问问，我受制于谁了？嫔妾也是盼望能够怀有身孕，为皇上诞下皇嗣。可是这没有的事情，嫔妾是断断不敢弄虚作假。沈昭仪分明是惧怕纯妃娘娘，受她威胁不敢多言。他们连同太医一起欺上瞒下。九宁姑娘，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呐！你说本宫收买太医，控制沈昭仪，可有证据？总不能没有证据，空口白牙的污蔑本宫吧？皇上，奴婢恳请皇上换个太医再验，奴婢用性命担保，沈昭仪的确怀有身孕，事关皇嗣，请皇上三思。贤贵妃，你颇晓医理，也会诊脉，你去给沈昭仪把一把脉吧。是，臣妾遵旨。回禀皇上，沈昭仪确实未有身孕。这怎么可能？九宁，殿前失仪，还不赶紧谢罪！奴婢知错，请皇上恕罪。贤贵妃，你宫里的宫女在众人面前无凭无据就敢咬定本宫收买太医，控制沈昭仪，她这胆子是你训练出来的吧？莫不是她仗着背后有你撑腰，才敢这么无法无天？她将今日这端午盛宴搅得鸡犬不宁，难道你平日就是这么教导你宫里的宫女，目无法纪，胡作非为吗？皇上，是臣妾管教不力，臣妾甘愿受罚。贤贵妃，御下无方，收回凤音，禁足永秀宫闭门思过。永秀宫所有人罚俸禄1年。永秀宫宫女陆九龄污蔑后妃，以下犯上，杖50。来人，拖下去。是。道理想明白了，可千万不要犯糊涂。娘娘，嫔妾绝不敢欺瞒您。昨夜，陆九宁他想让我在3日后端午宴上故意吃些油腻之物，呕吐，然后借机让当值的太医诊断出我怀有身孕。这个陆九宁还真是费尽心机算计本宫。张院判。给娘娘请安。娘娘，您这是做什么呀？娘娘！沈昭仪，您不必害怕，臣会将此银针扎入您的脉会穴位，待银针没入皮肤，可压制脉象，令您的孕脉微弱难辨。无论是谁来诊脉，都诊断不出您怀有身孕。沈昭仪，你放心，你就听那个陆九宁的，本宫要将计就计，将永寿宫一网打尽。
娘娘驾到！太后娘娘福寿安康。儿臣给母后请安。免礼。小皇叔，朕本以为你今日不会来了，原来是去接母后去了。回皇上，今日端阳节，古人讲究拜神祭祖，辟邪祈福。今天大家欢聚一堂，臣也来凑个热闹。既是欢度佳节，外头的怎么在责打宫女？小宫女胡乱猜疑妃嫔有孕不报，母后不必在意。母后，快请入座。皇帝日理万机，忧心国事，但为皇家开枝散叶，也是你们应尽的责任。绵延子嗣，才能江山万年呐！谨遵太后教诲。请皇上、太后恕罪。纯妃，你这是做什么？回皇上，其实臣妾已有身孕，太医院早已记录在案，只是太医说臣妾身子挺弱，坐胎不稳，怕有滑胎之象。臣妾怕皇上知道后劳神忧虑，所以迟迟不敢告知皇上。爱妃，快起来。纯妃得风多年，迟迟未孕，如今终于有了身孕了，这可真是一桩大喜事啊！恭喜纯妃娘娘喜结龙胎。皇上，既然纯妃娘娘有了身孕，今日不宜见血腥，不如就趁着这个大喜之日，宽宥下人，免去责罚，以保吉祥。小皇叔言之有理，那就免了他的刑罚吧。臣妾代九宁谢皇上隆恩。贤贵妃，快起来。谢皇上。今日纯妃大功，爱妃想要什么赏赐，朕重重有赏。皇上给臣妾的赏赐够多了，臣妾宫里都快放不下了。不如臣妾跟皇上讨个人如何？何人？沈昭仪。臣妾与沈昭仪志趣相投，平时经常互相陪伴。只可惜妹妹住得太偏远，若是让沈昭仪搬来承熙宫，不仅我们平日能相互照应，还能免去臣妾一人在承熙宫的烦闷。准了，沈昭仪次居承熙宫偏殿，明日便搬过去吧。谢皇上，谢纯妃娘娘。娘娘，沈昭仪搬来承熙宫了。参见娘娘。害怕本宫？不，嫔妾不敢。能够侍奉娘娘，恕嫔妾三生有幸。你肚子里怀着本宫的孩子，本宫怎么舍得让你害怕？别动不动就跪，再动了胎气。这次你做得不错，不仅提前告知本宫陆九宁的计划，还在大殿上陪本宫演了一出好戏，逼贤贵妃交出了凤印。你放心，等你生下孩子，好处少不了你的。多谢娘娘，谢娘娘，谢娘娘。安置去吧。嫔妾告退。这桩大事终于安排妥当了。我哥哥已经将沈昭仪全家秘密控制。告诉我哥哥，事成之后，一个不留。是，娘娘。另外，让张院判按时过来请脉，照常开安胎药，不能让任何人发现本宫没有怀孕。是。
真是活该啊！就是啊，活该，离他远点儿。晦气，快走！你看，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像什么样子呀？这陆九宁，你当众污蔑纯妃娘娘，还能死里逃生，算你命大。我们不是说好要将纯妃的阴谋公之于众吗？你为何出尔反尔？省省吧！你以为就你自己聪明？纯妃早就知道你接近我不怀好意，所以将计就计，将你除掉，顺带也拉你家主子下水。跟纯妃娘娘斗，你还是嫩了点儿。只有跟着这家世显赫的纯妃，才是正道。你真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你宁可押上你的全部去赌一个未知的前程，也不肯面对现实，真是愚蠢至极。你一定会后悔。这世间等级森严，尊卑有序。这滔天的权势和富贵，任凭你我努力多少辈子都得不来的。而我只要生下这个孩子，我就可以成为人上人。从此以后，我的家人再也无法被人踩在脚底。这换了谁都不行的。从此刻开始，你的生命就开始倒计时。我们只能来世再见。是吗？我们拭目以待。娘娘，今日沈昭仪打了陆九宁，二人彻底翻脸。那个沈昭仪果然是个贪图富贵的人，他全听了娘娘的话，差点结果了陆九宁。还是娘娘棋高一招啊！人一旦有所图，就容易被拿捏。娘娘英明，那个陆九宁仗着有点小聪明，到处惹事。这次他怕是翻不起什么浪了。一个小宫女，本宫想弄死她，不跟捏蚂蚁一样简单。是的，娘娘。一切都安好。张院判是。本宫肚子里的孩子就交给你了。太医院的记录，你可要编排好，别被人查出纰漏。娘娘请放心，您的孕产记录会按照沈昭仪的真实情况同步对应，保证万无一失。好，那我们就安心等沈昭仪为本宫生一个健康的小皇子的。你们俩把这好好打扫了啊！是。还敢！小桃，可不敢劳烦你。九宁，你别往心里去。云香姐姐，咱们跟着一起罚了1年的俸禄，怎么还敢靠近这扫把星啊？就是九宁，他曾在我危难时救过我的命，你不要这样对他。云香姐姐，她之前失心疯一样的污蔑纯妃娘娘，害得咱们被罚了俸禄，还牵连咱们娘娘失了凤印。今天她就是咱们永秀宫的罪人，是大家的公敌。就是啊，还敢来！扫把星就是个废物，什么东西？就是把我们当什么呀？都怪你，都是因为他。云香姐姐，你之前说的对，她当初进咱们永秀宫的时候就不安好心，她就是想利用咱们娘娘来对抗纯妃。对啊，你们在这里吵什么呢？吵到了娘娘，该当何罪？九宁，娘娘唤你进殿。是。
你可知错？九宁，娘娘多次嘱咐你不要冲动行事，御前当众污蔑皇妃，害得咱们娘娘被连累，禁足宫中，你还不知悔改吗？纯妃仗势欺人，草菅人命。我不仅要为我姐姐报仇，我还要阻止她继续残害无辜。这次是我棋差一招，但就算她再怎么权势滔天，只要我活着，我就要跟她斗到底。放肆！你再这般目中无人，不知天高地厚，你不仅不能为你姐姐报仇，还会搭上你的性命。这血的教训还不够唤醒你吗？你到底怎么想的？他们说的对，我进永秀宫就是为了利用你对抗纯妃。如今我连累了整个永秀宫，是我对不起你，还请娘娘允许我离开永秀宫。娘娘，大胆九宁！永秀宫岂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娘娘，就让他走吧，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了。奴婢谢娘娘。纯妃娘娘，听说这茶是儋州府进贡而来的，皇上特意赏赐给娘娘，臣妾这是沾了娘娘的光啊。皇上平日对妹妹的宠爱有加，姐姐也自愧不如啊。姐姐说笑了，您的恩宠是后宫中独一份的，没人能跟姐姐争辉。娘娘，宫女陆九宁求见。她来做什么？奴婢听宫人之间在传，今日永秀宫那位与陆九宁吵了一架，还把她赶出来了。让她进来。纯妃娘娘万福，淑妃娘娘万福。奴婢来向纯妃娘娘请罪。你一个小宫女，屡次以下犯上，频频顶撞本宫，被永秀宫扫地出门了，才想着来请罪，不觉得为时已晚了吗？纯妃娘娘，奴婢知错，请娘娘饶恕。既是来请罪的，嘴上说说有何诚意呀？那日你差点污蔑本宫，这可是死罪。你既送上门来，今日本宫就好好教训一下你这目中无人的贱婢。把手架起来！娘娘，娘娘，娘娘饶命！下去。奴婢一人做事一人当，奴婢对您的所作所为都与贤贵妃娘娘无关，求您不要为难贤贵妃娘娘。陆九宁，你有一个优点倒是本宫很欣赏的，这个优点便是你作为一条狗，对主子还是挺忠心的。既然你这么想让本宫放过贤贵妃，那本宫便给你一个机会。只要娘娘答应奴婢，不为难贤贵妃，你让奴婢做什么，奴婢都愿意。那日
你当着皇上和众妃嫔的面，顶撞污蔑本宫，让本宫颜面尽失，那本宫便罚你3跪9叩，跪遍整个3宫6院的主子和奴才，遇人跪人，遇狗跪狗，告诉所有人得罪本宫就是这样的下场，让整个皇宫的人都知道你是比猪狗都低贱的下等奴才。只要你做到了，本宫就放过贤贵妃。奴才陆九宁领命。我是比猪狗都低贱的下等奴才。听说被纯妃娘娘这就是罚了得罪纯妃娘娘的下场。我是比猪狗都低贱的下等奴才，这就是得罪纯妃娘娘的下场。我是比猪狗都低贱的下等奴才，这就是得罪纯妃娘娘的下场。意思。等会儿。纯妃娘娘吩咐，给陆九宁的膝盖加点料，让他好好长长记性。跪吧。我是比猪狗都低贱的下等奴才，这就是得罪纯妃娘娘的下场。我是比猪狗都低贱的下等奴才，这就是这不是永秀宫贤贵妃身边的陆景宁吗？平日里在贵妃娘娘手下任性妄为，不知天高地厚，这下可算领教纯妃的厉害。有永秀宫贵妃撑腰，别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这后宫中啊，谁也保不了谁。只能是听天由命了。这哪里是在羞辱奴婢呀？这分明是在打贤贵妃的脸呢！我是比猪狗都低贱的下等奴才。走吧，这就是得罪纯妃娘娘的下场。我是比猪狗都低贱的下等奴才。王爷，您慢点！王爷，这就是得罪纯妃娘娘。小皇叔，九灵，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可以看清自己。我没有看清自己，奴婢这次是甘愿受罚。你变成现在这样，为了你的姐姐，她在九泉之下，真的会开心吗？棋局未终，落子无悔，一时的得意不过是过眼云烟。只要笑到最后的人是我姐姐一定会开心的。我是比猪狗都低贱的下等奴才，这就是得罪纯妃娘娘的下场。那一日，我跪遍了3宫6院，真的如纯妃所说，遇人跪人，遇狗跪狗，双手双腿皮开肉绽。我的血淌遍了每条宫道，染红了每块青砖。我在众人鄙夷的目光里逐渐麻木，放下了所有的自尊和自爱，心中只剩下一团越烧越旺，想要焚尽一切的烈火。我是比猪狗都低贱的下等奴才，这就是得罪纯妃娘娘的下场。九宁，
你一定要坚持住。就他胆子大，不好好侍奉主子，以后大家做事可要小心了。娘娘，奴婢已按照您的意思，跪遍了整个三宫六院，娘娘可以消消气了。娘娘可别气坏了身子，皇嗣要紧。好吧，那本宫就暂且放过你。娘娘可一定要信守承诺，求皇上解了贤贵妃的禁足，放过永秀宫。本宫就是看不惯他目空一切的样子，我为何要解了他的禁足？好不容易有机会收拾他，我凭何要放了他？娘娘是想要出尔反尔吗？本宫最讨厌有人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本宫做事还轮不到别人来指挥。你再看，本宫挖了你的眼睛！纯妃娘娘，那你就别怪九宁。九宁向你保证，3日之内定会让你身败名裂，让你跪在这个地方，哭着求饶。九娘，九娘，我得病了，快离我远点儿。九宁，你醒了。小黄叔，我已经为你服完药了，你好好休息几日，便可康复。多谢小黄叔相救，我还有事要去办。小黄叔为何拦着我？九宁，你为何如此不心疼自己呢？我得了一病，别离我太近，会传染的。九宁，本王心悦于你，珍爱你的生命，胜于自己的性命。可是你竟然为了复仇，不顾自己的安危。万一你有个什么3长2短，叫我怎么办？你姐姐的在天之灵也不会安生的。没关系的，九宁从小颠沛流离，早已过惯了这般的生活。本王绝对不允许你再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再有半点闪失。你现在身体不便，剩下的事交给我，我替你去做。
小皇叔，我现在最需要的是有一个人把皇上引去纯妃宫里。我会去面见皇上，你安排的这出大戏，我一定会让他准时上演。纯妃，这一次我看你如何应对。你以为我任你羞辱，被你踩在脚下，是真的屈服了吗？我那是以退为进，诱敌深入，让你麻痹大意。假孕欺君，你的阴谋马上就要被拆穿了。纯妃，这一次我看你如何应对。你以为我任你羞辱，被你踩在脚下，是真的屈服了吗？我那是以退为进，诱敌深入，让你麻痹大意。假孕欺君，你的阴谋马上就要被拆穿了。九宁，你一定要坚持住。就他胆子大，不好好侍奉主子，以后大家做事可要小心了。哎，这柴房就别进去了，跪完了就赶紧走。公公，纯妃娘娘命我跪遍三宫六院所有人，遇人贵人。这屋子里还有人，我要进去。这柴房里是有个疯婆子，可是她得了传染病，说不定这几天就死了。我不怕，我得进去。哎，听不懂人话是不是？谁都不能进，滚着！两位公公，这是纯妃娘娘的意思。若是少了一个人没有跪完，她便不算完成命令，请两位公公通融通融。啊，那既然这样，就进去吧。纯妃，我在新者库感染了疫病，回到承熙宫与你近距离接触。我已将疫病传染给你，宫妃若患疫病，太医院四大院判必同时会诊，到时我看你还如何跟皇上隐瞒假孕的事。王爷，这九宁姑娘也真是惨，刚被纯妃娘娘罚了跪遍后宫，又被传染上了疫病。这都是她预谋策划好的，伤敌1000，自损800。王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新者库那个病人的药送去了吗？送了。小皇叔，您如此行色匆匆，是有什么急事吗？张公公，本王有要事禀告皇上。昨夜本王出宫之时，遇一宫女感染了疫病，这宫女已经病发。本王得知她曾经去过承熙宫，如今纯妃已身怀龙胎，不容有失，望张公公禀告皇上，即刻遣太医前往承熙宫诊治。哎呀，这可是天大的事啊！小皇叔您放心，咱家马上就去禀告皇上。有劳了。娘娘，来人呐，小德子！来了，快去打杯热水来。是。娘娘喝了张元盘开的药，怎么还不见好转呢？稳住承熙宫的人，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生病了。若是有其他太医来，就说本宫偶感风寒，睡一觉就好了。是。
皇上驾到！纯妃现在怎么样？回皇上，娘娘只是偶感风寒，已经睡下了。你们随朕去给纯妃看诊。纯妃身怀皇嗣，一定要小心医治。臣遵旨。爱妃，皇上，臣妾并无大碍，只是偶感风寒，劳烦皇上亲自看望，臣妾惶恐。朕听闻有个感染疫病的宫女来过承熙宫，你身怀皇嗣，朕心难安，特命太医院4大名医一同前来会诊，确保你们母子安全。多谢皇上。张院判是。回禀皇上，臣以为纯妃娘娘并无大碍，只是风寒之症，用些药膳稍加调理便可痊愈。张院判，你是太医院之首，医术高明，纯妃怀有身孕，绝对不容有失。是。刘太医、何太医、陈太医，你们3位协助张院判诊治，确保纯妃和皇嗣的安全。是。张公公，奴才在。宫中对疫病管控一向极为严格，怎么会让疫病扩散开呢？立刻去查。是。奴婢陆九宁求见皇上。让他进来。又是。回皇上，九宁知道皇上不愿看到奴婢，但事关纯妃的病情安危，奴婢不得不来。朕记得只是杖责过你，没命人打断你的手吧？回皇上，奴婢昨日被罚，跪遍了整个3宫6院，手是伏地叩拜的时候磨破的。既已被罚，就该收敛心性，别再到处惹是生非了。皇上，九宁已被贤贵妃娘娘赶出了永秀宫，又被纯妃娘娘罚跪惩治。本应该悔悟思过，别再惹主子们心烦，但有一事，九宁不敢隐瞒，不得不报。说。昨日，九宁被罚跪去各殿示众，无意间接触了新者库里一个染病隔离的奴才。这疫病，或是奴婢被传染了带出来的。重要的是，昨夜奴婢曾到承熙宫，与纯妃娘娘密切接触。你再看，我挖了你的眼睛！纯妃娘娘，九宁向你保证，在3日之内定会让你身败名裂，让你跪在这个地方，哭着求饶。好你个狗奴才，明知自己得病还跑到皇上面前，你是活腻了吗？皇上，臣妾看这宫女身体无碍，况且臣妾昨日只是与她说了2句话，并没有肢体接触，臣妾也不想与她追究，就赶紧让她走吧。皇上，这疫病向来传染得很快，虽然这宫女此刻还未病发，但不代表她就是安全的。而且如果她与纯妃娘娘有过接触，娘娘或许也已被传染，随时可能发病啊！请皇上定夺。臣附议。臣也附议。皇上，染了疫病发病极快，纯妃娘娘此刻症状只是风寒之症，说明她还没感染。诸位不要在这里危言耸听，给皇上平添烦乱。张院判，你敢发誓，纯妃娘娘只是偶感风寒吗？陆九宁，你什么意思？你是在诅咒本宫吗？娘娘请看。皇上，娘娘息怒，奴婢确已感染了疫病，只是有一事奴婢很是疑惑。昨夜奴婢与娘娘近身，听娘娘训导，共处甚久，娘娘却未被传染，真是奇迹。
难道是娘娘得皇嗣护体，身体格外康健？一派胡言！你这是污蔑皇妃！来人，先将这小宫女带到院中，听候发落。是。3位太医都是杏林圣手，你们挨个给纯妃把脉诊治。朕要知道纯妃到底有没有被传染疫病。是，皇上，微臣。张院判，朕想要你说的时候你再说。是。你们说，纯妃的病情到底怎样？说。回皇上，臣判断娘娘确已感染疫病，臣也确定娘娘染了疫病。皇上，臣是老眼昏花，错诊了娘娘的病情，臣罪该万死啊！你们难道没有其他话想跟朕说的吗？朕再给你们一次机会，知情不报，欺君罔上，便是株连九族的大罪。臣等有罪，皇上息怒。臣真的不敢说呀，皇上，皇上息怒。你们还有什么不敢的？来人！皇上，臣刚才给娘娘诊脉，未见血脉，娘娘她没有身孕，腹中有没有胎儿，事关皇嗣，微臣不敢多言呀，皇上，臣知罪，请皇上息怒。娘娘脉象，少阴脉象沉静，纯妃娘娘确实没有孕脉，请皇上恕罪啊！纯妃，你给朕作何解释？皇上，臣知错了，皇上，臣知错了。皇上，臣不敢欺君呐，这一切都是受纯妃娘娘所指使啊。皇上，臣妾只是听了张院判的话，是他说臣妾有孕在身，臣妾这才告诉了皇上这个好消息的。你血口喷人！皇上明鉴，纯妃娘娘用臣的家人性命相要挟，让臣在太医院做假的医案，还让臣不要把沈昭仪怀孕之事上报太医院。纯妃娘娘是想用沈昭仪腹中之子瞒天过海，借腹生子啊！你是说沈昭仪已有身孕？是。那前几日端午宴上，为何无法诊出沈昭仪已有身孕？是臣用银针植入沈昭仪手腕的皮肉之下，以针法压制了院脉，所以无人能诊出。纯妃娘娘她是想让沈昭仪10月怀胎，偷偷生子，然后瞒天过海，将沈昭仪的孩子据为己有，再娶母留子，一劳永逸。皇上，我怎么可能会害皇上的妃嫔？皇上，臣妾没做，是他诬陷臣妾的，臣妾没有做这种事。来人，传沈昭仪过来。传沈昭仪觐见。嫔妾参见皇上。给沈昭仪验脉。微臣遵旨。贺喜皇上，沈昭仪确实有孕在身。请皇上恕罪，嫔妾被纯妃胁迫，她想要嫔妾的孩子，
他派贴身宫女锦屏日夜监视，威逼利诱，嫔妾不敢不从。嫔妾怕他伤害肚子里的孩子。那日端午宴上，就您所说都是事实。只是嫔妾知道，纯妃早已和张院判勾结，就凭人微言轻的嫔妾和小宫女陆九宁2个人的话，根本无法揭穿纯妃。所以我们只能联手演了一出苦肉计，让纯妃放松警惕，这才有机会将纯妃的罪行公之于众。请皇上替嫔妾做主。快扶沈昭仪起来。皇上，奴婢还有一要事禀报。说。我姐姐晚才日，太后生辰宴上，被纯妃指使于昭仪，陷害入了女宫。当时我姐姐已经怀有皇嗣，让院判知情不报。奴婢怀疑纯妃当时也是想夺走我姐姐肚子里的孩子，才导致我姐姐惨死冷宫。请皇上明察，为我姐姐洗刷冤屈。奴婢怀疑纯妃当时也是想夺走我姐姐肚子里的孩子，才导致我姐姐惨死冷宫。请皇上明察，为我姐姐洗刷冤屈。你们2个贱人，合起来算计本宫！放肆！一个后宫之首，朕的宠妃；一个太医院之首，朕的心腹大臣。你们2人竟敢勾结，在朕的子嗣上欺君罔上，真是胆大包天，罪无可赦！皇上，臣妾只是想要一个您的孩子，臣妾对皇上的心天地可见，臣妾只是一时糊涂。皇上，纯妃，你太让朕失望了。皇上，传旨下去，张院判玩忽职守，欺君罔上，诛9族，以正国法。纯妃即刻起褫夺封号，圈禁承熙宫，永不得赦。皇上，你好狠心！我只是想要一个你的孩子，我有什么错？皇上，拉下去！皇上，皇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沈昭仪，朕会为你主持公道，你只管安心养胎。谢皇上。传旨，永秀宫贤贵妃蒙冤，即日起恢复长宫之权。至于你，保护皇嗣却被杖责，但你恶意传播疫病，功过相抵，不予追究。奴婢谢皇上开恩，奴婢代贤贵妃娘娘和永秀宫叩谢皇上。起来吧。谢皇上。你们几个好生诊治疫病，如有差池，提头来见。臣领旨。九宁，九宁，沈昭仪，我的病还未痊愈，您还是离我远些好。您身怀着皇嗣，还是当心些。下雨了，您快回去吧。谢谢你，九宁。姐姐，你看到了，是你在哭吗？将你陷害进冷宫的人，高高在上践踏我们命运的人，已经被我扳倒了。但伤你性命的人，如今还逍遥法外。姐姐再等等，我一定会把他送到你的面前。
你终于来了，来替你姐姐报仇了。昔日不可一世、权势滔天的纯妃娘娘，今日这般苟活，还适应吗？本宫的父兄是当朝镇国大将军，为这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深得皇上倚重，满朝文武无一不敬重，何其威风！如今我却输给一个小小的宫女，真可笑。你们嘲笑我蝼蚁撼树，是因为你们没看清，人本来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就算是蝼蚁，也有活下去的权利，不容你们肆意践踏，随意杀戮。我不得不承认，你一个小宫女，无权无势，却与我这一宫之中主位的皇妃斗得有来有往。是我小瞧你了，当初我认定你翻不起大浪，可你却步步为营，你竟然将我扳倒，踩在脚下。我本不想这样，我和我姐姐入宫，只是为了求一条活路，就算低人一等，哪怕无人问津，我们只想要活下去，活着就行。是你亲手毁了我们最后一丝奢望。哎呀，行，说吧，你想怎么杀了我？既然输了，我就认。杀死我姐姐的到底是谁？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啊！竟然能问出这个问题，也不枉我输给你。起初我一直以为你是因为嫉妒我姐姐才把她害死，可当我得知你想要夺走沈昭仪的孩子，我才意识到我姐姐当初就是因为怀了孕才被你盯上，把她陷害入冷宫，神不知鬼不觉的给你代孕，才是你想要的结果。孩子还没出生，你是不可能杀了我姐姐的，所以真凶一定另有其人。你是不简单啊，心思如此缜密。最不愿意看你上位，最不愿你母凭子贵的那个人，到底是谁？是谁都无所谓了，我不在乎。你肯定知道，是不是淑妃？淑妃？我一直在想，到底是谁最嫉妒你的风光得意？这个人最有可能是淑妃，同样为妃，她却一直屈居在你之下，受尽你的冷眼和委屈，不许多说。她怎能心悦诚服于你？是不是她？在这后宫之中，尔虞我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事情我见多了，是谁都正常。让本宫落得今天这个下场的人是你，我恨不得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你还希望我告诉你凶手是谁，为你找出线索？就算你不说，我也能自己查出此人。我能把家世显赫、位高权重的纯妃娘娘扳倒，我就能在这后宫中掘地3尺，挖出这个只敢在背后下手的阴险小人。娘娘的大恩大德，救您没齿难忘。
起来吧。九宁知道，娘娘是故意配合九宁的。您对九宁严厉训斥，冷漠驱逐，实则是看穿了九宁的心思，顺了九宁的意，暗中助了我一臂之力。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造化。九宁差点连累了娘娘受罚，连累了整个永秀宫。九宁今日诚心请罪，请娘娘责罚。你在永秀宫当差，你需牢牢记住，永秀宫上下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出了事，便是本宫的事，是整个永秀宫的事。本宫不会，也不可能任你放肆胡来，置他人于不顾。如今纯妃已被圈进承熙宫。古人云：见欲而止为德。今后你莫要再生事了，若是再惹出什么事来，本宫定不轻饶。是，奴婢记住了。这位姐姐，来进福宫有何事啊？我叫陆九宁，是永秀宫的人。前几日受了淑妃娘娘的恩惠，今日特来感谢她。啊，九宁姑娘，这边请。娘娘，永秀宫陆九宁拜见。淑妃娘娘，奴婢陆九宁今日特来拜谢娘娘。既然娘娘已歇下，那我改日再来。奇怪，平日里娘娘午歇，素容姐姐都在的，今日大家怎么都不在呢？不好！有刺客！有刺客！有刺客！娘娘，快去给娘娘请太医！是。今日一个太监竟敢谋害本宫，是谁派你来的？小镯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好大的胆子！永秀宫居然敢派人谋害淑妃娘娘！来人，把这个恶奴给本宫拖下去，交给实习司严刑拷打。他要说自尽了。太可怕了，这简直太可怕了！他为何要谋害本宫？娘娘，是奴婢不够谨慎，被人叫去绣坊看娘娘的新衣。若不是九宁姑娘撞见，娘娘可就危险了。奴婢替娘娘谢过九宁姑娘。素容姐姐不必多礼，我前几日落难时，是淑妃娘娘和姐姐您来帮了我。今日我本来就是特意来感谢娘娘的，正巧碰上了这事。做奴婢的本就该护着主子。九宁，本宫帮你是因为于心不忍，看你可怜，你不必挂在心上的。娘娘平日里不争不抢，与人为善，竟也不知怎的就得罪了人。本宫求的不过是个明哲保身。或许往日与纯妃走得太近，如今纯妃逝世，本宫也要一起被清算了。娘娘，就算您出身普通，没有靠山，可如今您在宫中也贵为妃尉，他们也太目无王法了，位高权重，也不能欺人太甚啊！素容，不可胡说。淑妃这话里有话，像是故意说给我听。
这淑妃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永秀宫的小镯子又为何来刺杀淑妃呢？难道跟娴贵妃有关？娘娘，您多保重身体，九宁就不打扰您了。九宁告退。小桃，九宁姐姐，娘娘说前几日阴雨连绵的，今天阳光正好，让我带着你们把这些花都搬出去晒晒太阳，打理一下。我们这就去办。哎，这之前不是有几盆娘娘最喜欢的凤仙花吗？怎么不见了？别提了，那几盆凤仙花都死了。都死了？为何？之前的长势不是挺好的吗？怎么能都死了呢？小镯子最近办差，漫不经心的，也不知咋了，把那几盆凤仙花都给养死了。他还故意打碎了皇上赏赐给贵妃娘娘的汝窑花瓶，娘娘很生气，还罚了他呢。故意打碎？他死的前几日，忽然对贵妃娘娘的吩咐特别不用心，成天推三阻四的，不好好做事。小桃，天色不早了，快搬花出去吧。小鹿子，我有话问你。小镯子，哎呀，九宁姐姐，小镯子出事儿了，主子不让咱们私下议论他。小鹿子，你跟小镯子共事多年，难道你不觉得他的死有些蹊跷吗？哎呀，我也觉得蹊跷啊。前几日有天晚上，我起夜见他在偷偷抹眼泪，还喃喃自语，说什么没有活路了的话。难道真是娘娘逼小镯子去刺杀淑妃？九宁姐姐，这就是我和小镯子住的地方。小鹿子，小镯子平时喜欢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要说爱好，小镯子只爱养花，对养花呀，简直到了痴迷的状态。哎，小镯子呀，小镯子，你说你这么爱养花，养凤仙花的手艺更是一绝，怎么会把所有的凤仙花都给养死了呢？这盆也枯死了，我拿去内务府换一盆新的来。我是永秀宫的小镯子，这是一封家书，也是一封遗书。小镯子受永秀宫娴贵妃胁迫，难逃一死。小镯子有个不情之请，如果我死了，麻烦看到这封信的人，将我攒的银子转交给宫外10里牛家庄我的弟弟手上。贵妃娘娘，这是真的吗？我不愿意相信，我害怕姐姐的死真的与你有关。你日日教导我，给我的帮助和温暖如姐姐一般，难道这都是假象？如果你才是幕后真凶，如果是你利用引导我去清除你的对手，你真是太可怕了。连你都如此恶毒，这世间还有谁值得信任？
九宁，你看起来很疲惫啊，过来坐下，我给你揉揉肩。啊，哎呀，坐下嘛，这怎么好意思？不用客气。谢谢姐姐。不客气。听说太后脖子疼，都是咱们娘娘亲自去揉的肩，近身伺候，太后才好起来的。云香姐姐跟着娘娘这么多年，也是学到了不少本事。那当然，娘娘每日去给太后按摩，都是我陪着的，肯定得了真传呀。要说娘娘也真是辛苦，3年来风雨无阻，日日去给太后按摩。3年啊？是啊，太后也被娘娘真心感动。难怪太后这么喜欢娘娘呢，真是实心实意了。还真是有人能做到3年时间每日坚持同一件事。倒是有一日娘娘是没去成的，那日是太后寿辰宴，太后昏倒了，娘娘急忙去找了御前太监张公公，可能想见皇上吧，就那一日娘娘是没去成的。你说太后寿辰宴，她昏倒之后，娘娘去御书房找了张公公。对啊，事关皇嗣可是天大的事，等皇上和大臣们议事结束，咱家马上禀告给皇上。来，你先起来。姐姐，你该不会是记错了吧？哎，不可能，因为那日原本是我该陪娘娘去的，但我当时肚子痛得厉害，燕秋替我去的，我记得清清楚楚，不可能错的。九宁，我先走了啊。怪不得皇上一直没有过问此事，姐姐当日迟迟没被送回丽景轩，原来是张公公根本就没有将姐姐身怀皇嗣之事禀告给皇上。难道张公公是受了贤贵妃的旨意，故意隐瞒不报，然后再将我姐姐害死在冷宫？张公公，九宁姑娘，奴婢有事想找您问个清楚。你这都已经堵咱家3天了，到底所谓何事啊？你说。太后寿辰那日，我姐姐被送入冷宫，我来求你将她怀孕的事禀告皇上，您最后到底有没有将此事禀告皇上？哎呀，你看这事给闹的，当日皇上议政，谁都不肯见，咱家想进去也没辙呀，这后来就给耽搁了。紧接着冷宫里面就传来晚才人自枪的消息，这也不是咱家能控制的呀。还想骗我？咱家说的都是实话，怎么是骗你呢？当日你得知此事后，明明先去见了贤贵妃，我说的对不对？咱家要去见哪个主子，还要向你禀报吗？果然是你们勾结，故意欺上瞒下。陆九宁，事已至此，你最好把话都烂在肚子里，再闹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阻止此事的那个人位高权重，你要是老老实实的还能苟活，否则你死都不知怎么死的。我陆九宁走到今日就没怕过谁，你们给我等着，总有一天我会让那个人付出代价，让你们血债血偿。给娘娘请安。九宁，听说今日你去堵了张公公。是，张公公他都已经承认了。承认什么？承认他骗了我。当日我姐姐被送入冷宫，我去御书房求见皇上，
想请皇上看在我姐姐身怀龙胎的份上，将她放出来，却被门外的张公公拦下。他答应我，皇嗣为大，他会将此事禀明皇上，可他并没有。今日他承认了，当初他是受人指使，故意将我拦在门口，阻拦我将此事禀明皇上。张公公还说，他背后之人位高权重，不是一般人能招惹得起的。他劝我不要瞎折腾，以卵击石。但娘娘知道了，不管他怎样位高权重，九宁都会将此人揪出来，告慰我姐姐的在天之灵，不要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九宁，你听说了吗？最近宫里流传小皇叔有一个女儿。小皇叔未娶亲，哪来的女儿？莫轻信流言。你不知道，前几日小皇叔进宫面上带着她，好些人都瞧见了。哎，九宁，你快看，见过小皇叔。见过小皇叔。九宁，她就是您经常说的九宁姐姐吗？我叫陆九宁，你叫什么呀？我叫圆圆。本王听闻这宫中有人传言说圆圆是我的女儿，但其实她是我从街上捡到带回王府的。她在拐卖途中生病被抛弃，我不忍心她就这样死于街头，便把她带回来自己照料。九宁姐姐，小皇叔说你生病了，一直担心你呢。圆圆，别胡说。奴婢以为小皇叔高高在上，不懂人间疾苦，没想到小皇叔竟如此正义良善。本王小时候随父皇出宫狩猎，不小心走失了。上去！这俩孩子长得标致，能卖个好价钱。老实点儿，你落上这个，一辈子都洗不掉。不管你跑到哪里，我都能找到你。哎，他是皇祖啊！我知道，小皇叔小时候是不是被人牙子掳走、拐卖过？途中还被一个小女孩救过。救我的小女孩，果真是你。没想到你还记得。小皇叔当年被拐卖途中，因为这枚腰牌和您的锦衣华服被人牙子放了，所以我对你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日在御花园第一次见到你时，我便认出了你。小宫女，你可知罪？奴婢知罪。这么多年，我四处寻找，想要找到你。后来在宫中相遇，看你的眉眼和小时候很像，但是我却一直不敢确信。如今，可算是找到你了，可以报答小时候的救命之恩了。给小皇叔请安。什么事如此慌慌张张？回小皇叔话，刚才内务府传来消息，说是御前的张公公突然病发暴毙，要我们去收敛安葬。赶紧去吧，走。小皇叔，奴婢还有事，先行告退。眼球，快，本宫的花啊！快下雨了，往那边大家动作都快些！哎，来，快，再来个人，快！啊，娘娘，张公公死了，是不是你做的？大胆，陆九宁，永秀宫岂容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放肆！九宁，
你在说什么？张公公要供出幕后主使的事，我只告诉了娘娘，转头他就被灭口了。我要娘娘亲口告诉我，是不是你做的？本宫问心无愧。娘娘没有做过，那为何忠心于你的小镯子要去刺杀淑妃？娘娘是不是利用完我，除掉了纯妃之后，你想要后宫独大，所以逼小镯子这么做？我姐姐的死和你有没有关系？如果没关系，为何你要杀了张公公灭口？一切都是你做的，对不对？一直以来，你待我好，都是骗我。你只是在利用我，对不对？娘娘，你瞒的奴婢好苦啊！我以为你是真心待我好，我还想着要一心一意陪在娘娘身边，侍奉你，照顾你，报答您对我的知遇之恩。我以为你像姐姐一样，可是到头来呢？骗子！这一切都是你精心布下的骗局！陆九宁，本宫已经饶过你一次了，你再敢胡言乱语失心疯，本宫就把你赶出永秀宫去。我从头到尾都只是你的一颗棋子，现在利用完了就可以随意丢弃。娘娘是不是也要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干脆把我杀了？放肆！看来是本宫把你惯得不知天高地厚，你竟敢如此对本宫讲话！陆九宁，不论本宫做什么事，都没有必要跟你解释。你仗着本宫对你的偏心抬爱，竟敢来质问本宫，假仁假义，蛇蝎心肠，我不会放过你的！陆九宁以下犯上，即刻起革去长侍宫女之位，逐出永秀宫。娘娘，九宁她只是一时冲动犯了浑，求娘娘网开一面，不要赶九宁走。谁在为她求情？一并逐出永秀宫。走。钱贵妃，你满口仁义道德，实则蛇蝎心肠，是我瞎了眼，竟把你这毒妇当作至亲，甘当你的杀人利器。你为了登上皇后之位，不择手段，你害死了我姐姐，你只手遮天，屠戮无辜，你休想！我陆九宁就算粉身碎骨，也要将你的围上花皮撕下来，我要让你给我姐姐血债血偿！你果然不是个东西，一个进献美人身边的陪侍，还爬到我们头上了，成了娘娘身边的长侍宫女，你凭什么？呸！如今娘娘不要她了，丧家之犬，还不赶快滚！住手！你们两个狗奴才在干什么？哟，昭仪娘娘好大的威风呀！奴婢劝您啊，不要多管闲事儿。
跟我回去。今后你就留在丽景轩吧。谢娘娘台，不必行礼。坐。九宁，若不是你，恐怕我至今还是纯妃身后的傀儡，生死未卜。这点小事不必在意。只是如今人人都对我避之不及，我怕我会连累您。说什么连累不连累？我只怕自己庇佑不了你。如今后宫当中，贤贵妃地位尊贵，无人可以撼动。要想为婉才人翻案，只怕是比登天还难。不管是谁，我都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就算是位高权重的贤贵妃，我也不会怕了的。我看淑妃娘娘一向和眉善目，为人低调。如今纯妃已倒，这后宫当中唯有她可以与贤贵妃抗衡。我看不如去找淑妃娘娘，看她能不能帮到你。淑妃娘娘应该自己会来找我的。妹妹最近身子可有什么不适？一切安好。皇上驾到！皇上圣安，贵妃娘娘静安。免礼，大家都坐吧。谢皇上。贤贵妃病了几日，今日身子可好些了？臣妾多谢皇上挂谢。太医院说，臣妾这病还需多些时日慢慢调养。臣妾愧疚，着实无力再操持后宫诸事，为皇上分忧。今日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是因为贤贵妃身体欠安，需要出宫去避暑山庄静养些时日，慢慢调养身体。以后宫中诸事就交由淑妃打理吧。臣妾遵旨，臣妾一定尽心尽力替皇上和娘娘分忧。坐吧。谢皇上。朕怎么记得那个宫女之前都是一心一意侍奉在贤贵妃身边的，如今怎么又跑到丽景轩当差去了？回皇上，沈昭仪身怀皇嗣，多个人照顾更为妥当。如此也好，朕还有政务要忙，爱妃多注意身体。晚些时候，朕再去永秀宫看你。臣妾恭送皇上。恭喜淑妃姐姐执掌后宫，今后姐妹们定当谨遵娘娘教诲。淑妃娘娘向来宽仁亲厚，您来协理六宫是我们姐妹的福气。承蒙皇上厚爱，又得众姐妹们信任，大家往后和睦相处。沈昭仪身怀皇嗣，千万当心身子。是，娘娘。贵妃娘娘也要千万保重身子，好生调养。恭喜淑妃达成所愿。姐姐说笑了，妹妹只是奉皇上之命，暂时代替姐姐协理六宫。待姐姐养好身体，这凤印还得是姐姐掌管。众姐妹们就不要打扰贵妃娘娘休息了，先行告退吧。是。嫔妾告退。燕秋，你去打点安排一下，我们明日便出宫。娘娘，你又何必出宫呢？
就陆九宁那个不知好歹的小宫女，难道娘娘还怕她不成？您这一走，淑妃得势，等娘娘您再回宫，这后宫恐怕真成了敬福宫淑妃的天下了。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无碍，随他们去斗吧，本宫不屑。恭喜娘娘，贺喜娘娘执掌六宫。都起来吧。谢娘娘。如今纯妃被圈禁，娴贵妃自请离宫，这后宫偏是本宫的天下了。娴贵妃居然躲出宫去了，真是让人没想到呀。她这是怕了。俗话说得好，这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她宫里那个陆九宁就跟个疯狗似的，见谁咬谁，甩都甩不掉，不死也得脱层皮。娴贵妃这是惹不起，躲了。还是娘娘高明，您之前救过小镯子弟弟的命，用他栽赃陷害娴贵妃，陆九宁便撞见您被小镯子刺杀的一幕，然后又让御前的张公公把知情不报的嫌疑推向娴贵妃，最后再将张公公灭口。那陆九宁就算再聪明，也只能被娘娘牵着鼻子走。那娴贵妃就算满身长嘴，也解释不清了，岂有不躲的道理？这娴贵妃也是不简单。本宫原本只想隔岸观虎斗，看陆九宁怎么收拾他，没想到啊，娴贵妃身为贵妃，自请离宫。也罢，本宫执掌了六宫，再也不用伏低作小，看人脸色了。恭喜娘娘，您在您母家面前也能挺直腰杆，扬眉吐气了。对了，本宫让你转交给于公公往宫外运送的银两，可办妥了？娘娘放心，银两已稳妥送到。于公公说会照旧例，每日寅时借玉泉山取水之便，将装金银的箱子藏入水车夹层，定能平安出宫，送入您母家府中。娴贵妃已经出宫了，陆九宁那条疯狗怕是不会消停。娘娘打算怎么做？一只蝼蚁罢了，本宫想弄死他，易如反掌。给淑妃娘娘请安。免礼，九宁。你近日在丽景轩的吃穿用度可还好？奴婢一切都好，劳烦娘娘操心了。你是本宫的恩人，你要是有什么难处，跟本宫直说。以前宫里受宠的是纯妃，尊荣的是娴贵妃，本宫就算想帮你，也力不从心。但今时不同往日了，本宫能说到做到。多谢娘娘。娘娘不必记挂，九宁可以应对一切。你与娴贵妃反目，可是因为怀疑她害了婉才人，但那婉才人不是被纯妃害死的吗？不是纯妃，凶手另有其人。奴婢发过誓，一定要将他绳之以法，告慰我姐姐的在天之灵。那本宫帮你一把吧。跪下！娘娘，这是为何？本宫帮你。
去见你姐姐。你想问本宫为什么是不是？要怪你只能怪纯妃。纯妃后宫一家独大，只手遮天，就连贤贵妃她也不放在眼里。她想要你姐姐代孕，借腹生子。她若有了孩子，这后宫哪有本宫的出头之日？本宫得知于昭仪要去给你的姐姐送安胎药，本宫偷偷派人在里面下了毒，这样就算有人查到了，毒也是于昭仪下的，这药是纯妃要人送去的。本宫的伤从头到尾都是干干净净的，如今你没了人证物证，还和贤贵妃反目，你若死了，就跟那投进湖中的小石子一样，悄无声息，了无痕迹。只要你死，一切就都尘埃落定了。动手！住手！你们这两个狗奴才，怎么下手没轻没重的？奴婢参见王爷，我们只是想惩戒一下他，王爷不要误会。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是想杀人吧？小皇叔，是因为这个小宫女办事不力，惹了贤贵妃，这两个奴才只是想要教训她一下。最好是你说的这样。王爷放心，本宫在，不会让他们出乱子的。救命！你没事吧？你笑什么？你没想到吧，淑妃娘娘？我早就猜到是你了。你以为你深谋远虑，算无遗漏，却是暗中助我扳倒纯妃，再将祸水东引，拉贤贵妃入局，你好坐收渔翁之利。但你没想到吧，早在纯妃被圈禁以前，我就猜到是你。正是因为你出手助我，才让我知道了，你就是那个最想要纯妃被扳倒之人，也让我看清楚了你的真面目。你并非像表面那样慈眉善目，而是深藏着心机和阴险毒辣。我实话告诉你，我陆九宁大闹永秀宫，被贤贵妃赶出宫去，这一切都是为了将你引出来做的局。如今纯妃已倒，我看不如去找淑妃娘娘，看她能不能帮到你。淑妃娘娘应该自己会来找我的。如今我只敢相信小皇叔，我要去请小皇叔与我一起为淑妃娘娘做一场大戏。本宫处心积虑，没想到还是被你识破了。本宫当真是小瞧了你，但本宫如今身为皇妃，执掌六宫，你无凭无据，能奈我何呀？你居然敢打本宫！来人！谁敢？王爷，当真要把你的手伸到后宫来吗？淑妃，本王不跟你计较，不代表不怕。若是你再这样下去，本王一定禀明皇上，治你个欺君罔上的重罪。
本宫没想到，小皇叔竟然会帮一个无权无势的小宫女说话。本宫当真是小瞧了他，如今看来，除掉他需要费些周章了。他现在已经知道真相了，若是小皇叔帮助他，恐怕对娘娘不利。怕什么？于昭仪已死，纯妃被圈禁，就连张公公也都死了。他们尽管去皇上那儿告发我，无凭无证，本宫有何畏惧？多谢小皇叔及时相救。淑妃已经亲口承认，是她害死了我姐姐。我总算找到了真凶。九年，你豁出性命，为你姐姐鸣冤，她也可以在九泉之下瞑目了。还没有。淑妃如此阴险狡诈，为了争权夺势，残害无辜人的性命，我姐姐平白无故死得太冤，我一定要让她为我姐姐偿命。淑妃确实罪大恶极，我已经查清楚了，从后宫中与宫外进行人口贩卖勾结的人，正是淑妃。她从中赚取了大量的钱财。你说，淑妃还操控人牙子，拐卖人口？如果不是人牙子，我和我姐姐怎么会从小就和家人分开？我和我姐姐怎么会从小就过得颠沛流离？我姐姐怎么会流落宫中，最后惨死？7岁那年，人牙子把我从爹娘身边掳走，关进了那座破庙里。但在那里，我认识了宋婉儿。你说没事吧？没事。她比我大1岁。赶紧吃。从此，我们成了彼此唯一的依靠，相依为命的姐妹。14岁，我们被卖进陈府做奴仆。那陈老爷是个酗酒的烂赌鬼，对我们非打即骂，我们饥一顿饱一顿，活得连条狗都不如。姐姐生的貌美，却成了他最大的灾难。慢着，别走啊，让老爷看看。别这样，干嘛？贱人！你小贱人，竟敢勾引老爷！陈老爷几次3番欺辱姐姐，陈夫人却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在姐姐和我身上。未觉后患，她转头就把我们卖进了教坊司。在教坊司，姐姐与我艳压群芳，我们被迫学会了琴棋书画，跳着最美的舞，穿着最华丽的衣裳。可再美的舞衣也盖不住我们剑戟的烙印，我们不过是别人眼里待价而沽的玩物。后来，一名京城官员看中了我们，就像买2件精致的瓷器一样，轻易的把我们买走了。1年后，我们被他当作讨好皇上的礼物，送进了这宫墙高锁的深宫之中。淑妃真的是罪大恶极，她真该被千刀万剐，五马分尸。我们一定要将淑妃和人口贩卖势力连根拔起，解救那些被他们买卖奴役的人。我们一起将他绳之以法。但只是让他伏法，太便宜他了。我绝不会让他死得痛快，我要慢慢的折磨他，看着他痛苦至极，生不如死，让他为自己犯的罪孽赎罪。
怎么还不回来？娘娘别担心。九宁，见过小黄叔，这是怎么了？快去取化雨伞。是。九宁，你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免得染上风寒。你在这等我便是。是。这是昨日贤贵妃托人转交给我的一封信，让我务必亲手给你。但是昨日我在陪皇上骑马，所以现在才送过来。莫不是贤贵妃出宫一事，也是你们演的一出戏啊？张公公还说，他背后之人位高权重，但娘娘知道的，我要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清者自清，就算你怀疑是我，结果也都一样。不，九宁相信娘娘。虽然小镯子的遗书中都指向了娘娘，但奴婢会用脑子思考。自从我姐姐走了之后，在这后宫中，就只有娘娘是真心待我的。九宁从入宫到永秀宫，是娘娘在引导我，规劝我。在九宁心里，早已将娘娘当作是亲姐姐一般。娘娘的为人，九宁心里感受得到的。娘娘，九宁相信这一切都不是娘娘做的，只是为何娘娘迟迟不肯跟九宁说出您的心里话？小镯子的弟弟被淑妃救过性命，他被淑妃以报恩为要挟，让他栽赃陷害本宫。本宫早已知晓，他栽赃陷害是想让你我自相残杀。如果我接招，岂不是落入他的陷阱？原来如此。还有一点，本宫没有想到，你要比本宫想象中更加聪慧清醒。既然他这么处心积虑地离间我们，不如娘娘和我一起遂了他的意。我假意去试探张公公，淑妃转眼就把张公公杀了灭口，还嫁祸给贤贵妃。好在我和贤贵妃早已将误会澄清，张公公已被贤贵妃神不知鬼不觉的暗中救下了。所以贤贵妃出宫其实就是将张公公这个人证安全转移。对，不仅如此，娘娘出宫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什么事？来一个。还得是咱国舅爷呀！这一桌子酒菜可是足足50两银子。瞧你说的，江兄的姐姐那可是淑妃呀，区50两，9牛1毛。哎，今日宴请，江兄又破费了啊！说这些做什么？这名节重于泰山，利欲轻如鸿毛啊！这钱呀，就是粪土污秽。
污秽，污秽，哎，污秽！我乃一介清流，岂会被粪土所污？是不是？是不是？哎，有道理，有道理。来，再喝一个。这位兄台，你突然闯进来，是为何呀？刚刚听闻，国舅爷乃一介清流，视钱财如粪土。虽然家姐贵为宠妃，皇上赏银无数，但我乃读书之人，不屑于这些身外之物。对呀，所以请3、5好友小聚，只要大家开心，哪怕钱财上多花一点，那也无妨嘛。是啊，是啊。国舅爷果然如传闻所言，气度非凡。不过，你花的银子，应该并非来自皇上的赏赐吧？我听闻国舅爷四处撒的银子，好像是做非法买卖赚来的赃款吧？真的假的呀？你说什么？我江某虽不才，但也知礼义廉耻，我是不可能用赃款的。哪来的？走！大胆！诸位请看，皇上赐的银两，这底部都有内务府的印记。是真的。如若你的不是赃款，拿出来对比，一看便知。哼！江兄，给他瞧瞧便是，吓死他！就是，竟然敢污蔑我们国舅爷花赃款，你活腻歪了！我家姐可是淑妃，皇上赏赐的银两干干净净，不可能是赃款。这国舅爷该不会是心虚了吧？一介清流花的该不会真是赃款吧？咱们赶紧走，别受牵连了。要真是赃款，是要杀头的。对啊，对，江兄，告辞，改日再会。快走！别走啊，郭兄！不能告，这就走了？哼！母亲，弟弟，今日怎么匆匆进宫了？还好本宫如今掌管了6宫，不然的话……你干的好事！你想害死我们江家全族吗？母亲为何这么说？你不是说给家里的钱都是皇上赏赐的吗？我和母亲仔细看过了，那些钱根本就不是皇上赏赐的。外面的人都说你的钱来路不明，你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赚了些不干净的钱，还给我们花？母亲，儿子的清誉都被这个贱人给毁了，我现在就要向皇上告发他。我们江家清清白白，这个人的所作所为跟我们江家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走。母亲莫要听信他们的谗言，他们只是嫉妒我罢了。母亲，你看，他还想诓我们。你不是贵为宠妃吗？你还有没有礼义廉耻了？我这样一个自视清高的人，怎么会有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姐姐？你这贱人，你果然会害了全家！你怎么如此无能啊！如此窝囊！你不得宠，装什么宠妃？现在给你弟弟跪下，马上道歉！跪下！娘娘，弟弟，我错了。你就知道哭，你还有脸哭！淑妃娘娘，跪在别人脚下的滋味如何？从今日起，我要让你一败涂地，让你慢慢的被折磨到生不如死。你怎么这么没用？太没用了！我怎么有你这种女儿？你怎么不去死啊你啊！你就知道哭！晦气！江家没你这个女儿，真是废物！苏荣，母亲和弟弟生气了，他们一定是嫌我给的钱早，他们真的生气了，他们会不要我。娘娘，你要冷静。娘娘，他们没把娘娘放在心上，你又是何必这么难过呢？你给我住口！你个贱婢，你懂什么？他们一定是觉得本宫没用，嫌本宫给的钱太少了，把银子给我进来，本宫要送1000两银子出去。母亲和弟弟收到银子肯定会很开心的，
他们不会觉得本宫是废物？娘娘不能鱼这么多呀，容易暴露啊！1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啊，对，1000两银子太少了，1000两黄金，不是1000两黄金，他们会小气吧？苏柔呀，1000两黄金不行，和弟弟会小气的吧？娘娘，1000两黄金实在是让人注意，若是东窗事发，可是要杀头的，赶紧吃！就1000两，就1000两，就1000两！母亲和弟弟，母亲和弟弟，看到本宫这么有本事，一定不会不要我的。母亲和弟弟，看到我这么有本事，一定不会不要我的。于公公，果然是去玉泉山负责运水的于公公。好戏终于要开始了。你和贤贵妃里应外合，还真是一环扣一环啊。贤贵妃出宫暗查，这才得知淑妃的母家是个空架子，这些年靠着她赚的钱撑门面。那秦氏是个重男轻女的，作践自己的亲闺女，却把个草包儿子当宝贝。淑妃看似无懈可击，可她的这群吸血的家人，就是她致命的软肋。所以你才让我出宫去激怒姜文斌。如此一来，他们丢尽脸面，他母家一定会让他难堪，他便会露出马脚。不错，淑妃最害怕的便是让母家失望，被他们瞧不起。她为了那点虚妄的尊严和重视，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丞相的银子往那无底洞里填。那你如何得知今夜一定是于公公前来呢？淑妃运赃款，肯定要找一个能自由出入后宫之人，这个人还得有权有势，避免被查。那就只有专管给皇上运水的于公公最合适。哦，哎，都给我机灵点儿！这水车是皇上专用的，千万别出任何差池。是。站住！咱家见过王爷，这水车是给皇上取玉泉水的，不知王爷您什么事儿啊？公公，太妃殿中丢了东西，本王奉命查查这进出的马车是不是些赃物出宫。王爷，咱家在皇上跟前也是尽心办差的，怎么敢一权谋私呢？哎，慢着！王爷，这可是御用的水车，专门给皇上取饮用水的。为了皇上的饮水安全，这御用水车任何人不得靠近。若是有人动了手脚，出了什么差池，咱家可担待不起呀。于公公放心，皇上那边本王亲自去解释。来人，给我查。是。哎，让开！空的。王爷，辛苦了，白忙活一场。咱家早就说了，这御用水车没问题的。查也查了，王爷您可是放心了。
走吧。哎，递给我那些。是。快，砍！那这个头，震，来，这个头，坤，啊，这第一个，巽，那边第一个，好了，出发。等一下，我说姑娘，你又想干什么？你若再敢造次，就是有9个脑袋也不够掉的。于公公，皇上身边的宦官若识字，怕也是要掉脑袋的大事吧？你说什么？咱家不明白。于公公是在皇上身边当差的吧？据奴婢所知，宦官不许识字，你明明识字却欺君罔上，你是不是活够了？咱家怎么可能识字呢？你不要血口喷人。刚刚占卜弄混了，可是公公您照着字一个一个分开，你还敢狡辩？我猜于公公是想把宝物运出去，怕弄混了送错了桶，所以把宝物藏在了其中某一个桶中，用占卜上的字做区分吧。你胡说！你污蔑咱家，你活腻了。好啊，那我们便去皇上跟前，请皇上明察，宦官识字还是皇上身边的宦官？看看是我先死，还是你先死？王爷，奴才知道错了，这同里有暗格。王爷恕罪啊！王爷，石头查。是。小黄书，来人，把他给我拿下！是。王爷恕罪啊！王爷，废话，统统都是废话，都是办事的。娘娘息怒，娘娘息怒啊！娘娘还是要抓紧想办法保全自己啊！这1,000两黄金，那是本宫所有的积蓄，你让本宫怎么去讨母亲和弟弟的欢心？他们需要钱的时候，你让我怎么办？全都是陆九宁那个小贱人，我要将他碎尸万段！娘娘，他背后可是小皇叔呀，娘娘要小心啊！小皇叔又如何？真以为本宫动不了他吗？太好了，小皇叔为何不说话？今日便送你到这里吧，以免夜长梦多，我先出宫一趟。有关淑妃贩卖人口的一个重要人证，需要我亲自去抓，到时候交给皇上，淑妃便会被绳之以法了。这几日，小皇叔一直在帮助九宁，九宁谢过小皇叔。今日便将这玉佩交予你。小皇叔这是何意？小的时候，我便发誓，要将此物赠予那个保护我、救过我的女孩。此等贵重之物，还是小皇叔自己保管为好。从你救我的那一刻起，我便决定，日后若是再见到你，一定要娶你为妻。待我们将淑妃绳之以法，我便请太后赐回。
哎，酒。爷，皇上，陆九宁是从宫外来的，生性烂漫自由，虽然性子冲了些，倒也是简单，是和宫里其他女子有所不同。他那是性子太野，不好管束。是。哎，听说了吗？最近宫里都在传，沈昭仪身边的宫女陆九宁攀上了小皇叔，两人晚上偷偷私会呢。我也听说了。要说这陆九宁也是厉害，贤贵妃将她赶出了永秀宫，她还能攀上沈昭仪娘娘，现在还去勾搭小皇叔，就没她不敢干的，真不要脸。就是，我可是亲眼看到他和小皇叔两个人在假山后面偷偷摸摸，衣衫不整。要我说，这后宫里的女人怎么都是皇上的人？他们俩这般苟且，被皇上知道，那可不得了！一群贱婢，在胡说些什么呢？娘娘家敢在宫里乱嚼舌根，把他给我拉出来，剪断他的舌头！娘娘息怒，别再动了气，伤了身子。你们下去吧。是。九宁，他们都在胡说些什么呢？什么勾搭小皇叔苟且，人言可畏。这要是按照宫里的规矩，秽乱宫闱，你是要被打死的。你怎能任由他们这般污蔑你呢？这几日我和小皇叔一起查淑妃的事情，走得近了一些，难免有一些闲言碎语。只是无中生有，还传得这么绘声绘色，肯定是有人推波助澜。哎，小皇叔托石头送给你的信，石头还在宫外等着答复呢。如月，我有个事想请你帮忙。什么事啊？你坐。今夜此时，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一趟御花园，可是此时我当值，你可以和我换一下吗？好，跟你换。谢谢，不客气。奴婢叩见娘娘。怎么样？发现什么了？回娘娘，陆九宁给小皇叔回信了，约在今夜子时，二人在御花园见面。夏薇，你没听错吧？奴婢绝对没有听错，我亲眼看到陆九宁写回信，给了小皇叔身边的小太监。好，夏薇，你做得非常好。等本宫事成之后，你就是我静福宫的头等大宫女。奴婢谢谢娘娘。退下吧。是。天助我也！这小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谣言就要成真了。这一次，本宫必须一击致命，解我心头之恨。娘娘，虽说宫女不可与外男私通，可小皇叔他是皇上的亲叔叔呀。若小皇叔对陆九宁的感情是真的，真让他趁此机会攀上了高枝，岂不是成全了他？成全他？笑话！你当真以为本宫只是捉他和小皇叔的奸情这么简单？他坏了本宫的好事，本宫恨不得扒了他的皮，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捉奸这么简单的戏码，岂不是便宜了点？娘娘，您打算？本宫抓他和小皇叔的奸情，只是个障眼法。本宫要是他触怒龙颜，惹怒太后，要闹就闹得大一些。他要闹翻了天，
本宫就给他递上刀子，让他这次无处可逃，必死无疑。太后圣安，臣妾有事禀告太后。淑妃，你从前可不是这么慌慌张张的，今日这是为何事啊？太后，臣妾听闻了一些传言，事关皇上和皇家的颜面，还请太后定夺。太后，最近这宫中传得沸沸扬扬，说那小宫女陆九宁和小皇叔有染。玉景轩的宫女夏薇来报告，她亲眼看见陆九宁勾搭小皇叔，深更半夜，两人在御花园苟且厮混。放肆！这成何体统？宫有宫规，他们竟敢做出这种丑事！你说的这个陆九宁，哀家记得着，巧言令色，迷惑人心。当日在端午宴上，他顶撞纯妃被重罚，惹得一向谦和的小皇叔当众出言相救。这个小宫女，她竟如此了得！太后，现在宫中流言四起，说这陆九宁哄着小皇叔把贴身的玉佩都给了他，他若安分些也就罢了。太后回头慈恩，把他赏赐给小皇叔做个妾室，也算是他天大的福分。可他不仅攀附皇叔，他还试图勾搭皇上啊！太后，传闻他在皇上的必经之路，在御花园里卖弄姿色。什么？他还竟敢勾搭皇上？哀家倒要看看这个贱婢是何等人物！叔侄两人竟被一个小宫女耍得团团转，传扬出去，我皇家的颜面何在？天威何在？太后息怒，别气坏了身子。小皇叔，朕召你进宫来，是因为最近大臣们奏章有点多，恰巧朕最近的老毛病又犯了，所以召你进宫来，想跟你说一些正事，你给朕一点意见。皇上，您忧心国事，但还是要以龙体为重。皇上，我有几句话想与九宁说。去吧。小皇叔，你怎么把皇上也带来了？这后宫又不是我想进就可以进的，是今日皇上有要事要与我商议，所以我才能入宫。你回的信我看见了，你明知道里面有圈套，你怎么还要出去见面？这也太冒险了吧！流言岂能放任不管？但要制止，必须从根源上解决。怎么解决？淑妃恨我入宫，她肯定不会只是想要毁了你我的清白那么简单。我猜她应该是想到了什么好办法，要对付你我了。既然她想设局陷害我们，不如我们将计就计。皇上，皇上，您怎么了？皇上，不行，还是传太医吧，皇上。不用，老毛病了。太医来了也束手无策，每次犯病，风声入耳，大如雷霆。吃了这么些年药，也不见效。皇上，您这病，奴婢或许有法子，不知皇上愿不愿意让奴婢试一试？你？是。皇上，这会儿也来不及准备，就先用奴婢的衣服代替一下吧。这叫葱耳枕，这衣服里面包的是荷叶、菊花、决明子，可清肝明目，调养心神，缓解耳鸣之症。
这葱耳枕的确不错，有些药草清香。回皇上，葱耳枕是民间常用的法子，算不得什么特殊。皇上您这病症需要的是静心调养，最近最好什么事都不要做。政务繁杂，千头万绪，朕寝食难，哪有时间调养静心？啊，血！素九宁，你大胆，敢损伤龙体！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德公公莫急，皇上可感觉好些了？的确是好些了。皇上恕罪，这是一风穴，针刺之后可快速疏通瘀阻经络，减轻耳鸣之痛。退下吧。你这小宫女怎么懂这些？若是能治，太医院哪个太医不比你强？朕何苦为此病症困扰这么多年？皇上乃一国之君，九五至尊，太医院哪个不要命的太医敢拿针刺皇上？我估计太医院的太医只敢开一些温和缓治的药方给皇上治病，也只有奴婢这种既忠心护主又胆大包天的，才能治皇上的病。你这么说，朕还不能治你的罪了。皇上，只有在您心平气和、放松静气的时候，用针灸刺激翳风、听会、中主等穴位，再配合长期用药，才能痊愈。你这小宫女，怎么懂针灸之术的？皇上明鉴，奴婢自幼无医，如草芥飘零，病痛缠身时，只得自学针灸草药土方，救人救己，久病成医，久练自然熟稔罢了。所以奴婢也会随身携带银针，以备不时之需。太医院一贯保守，倒不如你这野路子来的灵验。民间土法虽粗陋，但胜在敢事敢为。皇上，您这多年的老毛病有望痊愈了，那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啊！皇上，皇上，奴婢可否继续为皇上施针？准了。是。德公公，皇上针灸刺激之后，需静息调养心神，还劳烦您费心将外头的人都撤了吧，让皇上针灸之后好好歇息，不要打扰到皇上睡觉。好的，九宁姑娘，来，都走了，走了，走走走。荒唐！刚刚淑妃派人传话，说此时皇上和陆九宁正在御花园湖心亭宽衣解带，德公公遣散了众人。哀家倒是要看看这个下贱的宫女是怎么媚辱祸君的，真是反了天了！太后息怒，也气坏了身子。陆九宁和皇上在御花园湖心亭举止亲密，太后已经带人前往御花园了。娘娘，咱们不去看好戏吗？不急，此事已有定数，人更愿意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东西。太后在看到他跟皇上在一起，定饶恕不了的。小皇叔再一着急，服了太后和皇上的面子，触怒天威。一个小宫女，敢在皇上和皇叔之间周旋，攀扯不清。太后一怒之下，必定处死他。跟我斗，自寻死路。娘娘高明。皇上，皇上，皇上，您可觉得好些了？朕许久没睡得正舒服了。你这小宫女的确有些本事。
后驾到！儿臣给母后请安。给太后请安。大胆宫女，妖媚惑主，淫乱后宫，你竟敢攀附皇叔，引诱皇上，其罪当诛！太后恕罪。母后，您这是……皇帝，宫里最近传得沸沸扬扬，宫女陆九宁与皇叔有染，如今还妄图引诱皇上，哀家都看见了。哀家再不出手，这样下去，岂不丢尽我皇家的颜面？来人！是。太后，奴婢冤枉，传言虚假，请太后明察。拖下去！母后，慢着！皇上、太后，臣愿意用性命担保，九宁绝不是传言中那样的人，他绝不会引诱皇上，还请皇上、太后明察。小皇叔，朕正要给他求情，你多什么嘴？好，好，好！一个小小的宫女，竟然真的让你们二人如此在意，哀家要立刻处死他！还愣着干什么？拖下去！慢着，母后，这小宫女给儿臣治病，救驾有功。刚才儿臣想封她为才人，母后来得突然，儿臣还未给她行赏，求母后收回旨意，放了她。皇上，请皇上也收回旨意，不要把九宁纳入后宫。小皇叔，你给朕闭嘴！臣与九宁姑娘曾经共患难，儿时她还救过臣的命，如今她被人陷害，臣不能袖手旁观。你们二人都别说了！宫女陆九宁媚态妖娆，坏宗室之亲，令君臣失和，此等罪孽上愧列祖列宗，下负黎民苍生，不寡不足以正宫闱，不诛难平我皇权之愤。拉下去，剐了！且慢，太后且慢，太后，皇上，误会，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臣妾刚刚调查清楚，都是误会。什么误会？关于小皇叔和陆九宁在御花园假山私会一事，全是一个小宫女为了邀功编造的谎言。臣妾也是被骗了，什么亲眼所见、混乱后宫，都是以讹传讹的谣言。你说什么？跟我斗，自寻死路。娘娘高明。淑妃妹妹要置一个小宫女于死地，连皇上和太后都算计上了，你胆子未免大了些。贤贵妃娘娘何时回宫了？我若再不回来，淑妃妹妹安排的好戏就要演完了。一个小宫女罢了，贵妃娘娘何必如此伤心呢？好戏正在御花园里上演着，娘娘不亲自去看看吗？臣妾还有事，就不陪娘娘了。娘娘慢走，臣妾不送。淑妃娘娘，好久不见。张公公，你不是死了吗？咱家命硬，怎么舍得死呢？淑妃，你手段狠了，今夜陆九宁怕是难逃一死。这一局是你做的，自当你去收尾。本宫要你去救下陆九宁。我是疯了吗？你让我去救陆九宁，让我去皇上和太后面前说我诬陷他，自己打自己脸吗？好啊，你可以不去。现在张公公在我手上，他可以证明你谋害后妃。你是要满门抄斩，还是要继续做你的淑妃？你要自己掂量清楚。太后，皇上，是臣妾失察，未调查清楚真相就听信谗言，才弄出这么一场误会。来人，把宫女夏薇带上来。
就是这个贱婢嫉妒陆九宁得主子赏识，故意传播陆九宁与小皇叔私会的谣言，污蔑陆九宁勾引皇上，才使这宫中流言四起。臣妾已经惩治过这个贱婢，命人剪去了她的舌头。淑妃，哀家以前对你可是寄予了厚望，你可太让哀家失望。以后后宫的是非就不要来叨扰哀家清静了。是，臣妾知错了，带下去吧。母后，既然事情已清楚，陆九宁并无过错，儿臣便封他。太后，臣心悦陆九宁，臣与陆九宁恪守本分，从未逾矩半分。日后臣会专程到太后面前，请旨赐婚，望太后成全。那朕便封他御前大宫女，御书房行走。奴婢陆九宁，领旨谢恩。淑妃娘娘，失去太后和皇上的信任，滋味如何？所以你是故意勾引皇上，让本宫去太后面前告状。淑妃娘娘故意设局造谣，你处心积虑，谋得这一手好计策，奴婢怎么能错过了娘娘的一番好意呢？你想让我惹怒皇上和太后，如今他们的确是被惹怒了，不过惹怒他们的人是你。今日别高兴得太早，咱们走着瞧。娘娘慢走。昭仪娘娘，就送到这儿吧。九宁，你去御前当差，固然是风光无限，但伴君如伴虎，在御书房不比在丽景轩里，要处处小心谨慎才是。娘娘还没当娘亲呢，便这么啰嗦了。你安心养胎吧，不必担心九宁。九宁，淑妃这招实在是太恶毒了，是我考虑不周，跟你走得如此亲近，差点捅出来一个大篓子。淑妃想让我惹怒太后和皇上，最后却自己被打脸，匆匆的赶来为我澄清，真是自食恶果。皇上提出要纳你做才人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放心吧，都过去了。待本王搜集完了罪证之后，让淑妃等人伏法，我便光明正大的求旨赐婚，让你做本王的王妃。谁要嫁你了？我想带你去见长公主，她是本王的皇姐，其实我是她一手带大的。她和你一样，也是一个奇女子，她一定会喜欢你的。贵妃娘娘金安。九宁，许久未见了。九宁也是十分想念娘娘，皇上挂念娘娘身体，特让御膳房给娘娘炖了参汤，让奴婢给您送过来。
娘娘趁热喝。本宫不在的日子，你可有受委屈？娘娘放心，九宁好得很。你呀，说的轻巧，淑妃心思毒辣，不择手段。她这一计着实狠毒，竟将皇上牵扯进来，借太后之手除掉你，实在惊险。幸好收到你的信，这才及时赶回来。奴婢早就说过，娘娘回宫之日，定是尘埃落定之时。只是，奴婢现在是御前宫女，不能常常侍奉娘娘左右了。你靠自己走到御前宫女这位置，着实不容易。只是伴君如伴虎，务必事事小心。是，奴婢谨记在心。好一个贱人，好一个陆九宁，好一个贤贵妃，两个贱人合起伙来给本宫演戏。娘娘息怒，息怒，你叫本宫如何息怒？他们两个合起伙来，本宫像一条狗一样被他们耍得团团转。他们两个假意决裂，一个出宫调查我母家，逼我母亲和弟弟跟我决裂，一个调查水车，查收我7两黄金。本宫好不容易搅了趟浑水，让太后出手，本以为万无一失，没想到被贤贵妃出手，威胁拿捏，本宫这是自己打自己脸呐！本宫如今一无所有，全拜这两个贱人所赐。娘娘息怒，娘娘，那陆九宁现在是御前宫女，今时不同往日了呀。怕什么？怕什么？本宫还有底牌，本宫一定会让他们痛不欲生，跪在本宫的脚下求本宫，替本宫更衣。本宫要去见长公主。臣妾拜见长公主殿下，几日不见，可还安好？淑妃，你来了，快赐座。本宫听说前几日你在皇上面前闹了一出笑话，让太后和皇上都对你有些失望。如果是因为这事来找本宫，怕是本宫也帮不上你什么忙呀。长公主说笑了，臣妾今日来是为了另一件事。你们都下去吧。那臣妾便直说了，长公主悠闲的日子，怕是要到头了。眼下本宫已经失去了皇上的信任，我的丑事，怕是要被清算，长公主也会牵连其中，这可关系你皇家的颜面。长公主可要想清楚。你这话是何意？长公主不解，那就好好问问你的乖弟弟允密吧。他正带着他钟爱的小宫女，在宫外追查我赚钱的营生。咱俩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旦他们把此事捅到了皇上面前，皇上知道了这参与人口贩卖的是他的亲姑长公主您猜皇上会如何处置啊？小皇叔，你来见皇上啊？皇上今日心情不大好，你可要小心一些。我是来等你的。等我？何事啊？长公主邀请我去她店里说话，你跟我一起去吧。九宁还是不去了吧，九宁出身不好，不能没有分寸，我也不想。我知道，你不愿意攀附权贵，
更不愿受皇权束缚。你喜欢自由自在的活着，是长公主要本王带你去的。她听说了你，想见你。皇姐其实很疼本王，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她都会支持。就见一下，好吗？见过长公主殿下，殿下万福。免礼。谢长公主。皇姐，她便是我经常向您提起的奇女子陆九宁。九宁姑娘果然气质不凡，怪不得我弟弟总提起你。长公主谬赞，您才是真的不凡。九宁今日能目睹长公主的风采，是九宁的福分。你小子眼光不错。皇姐，您还没给我们赐座呢。快坐吧。谢长公主。九宁，我听弟弟说，你从小到大受尽苦难，能走到今日成为御前宫女，也实属不易。回长公主，九宁只想过着平凡安稳的日子，成为御前宫女，实属误打误撞。我能看出弟弟心悦于你，本宫也不是那种在乎出身地位的人，只要你们二人情投意合，本宫便愿意帮你们去求太后赐婚。只是有件事，本宫想让你们答应。都下去吧。允密在查的人口拐卖一案，就不要再继续追查下去了。长公主殿下，奴婢自幼和姐姐被拐卖，受尽凌辱。如今查到淑妃和外官勾结，贩卖人口，残害妇幼，此等恶行，不应被放过。放肆！此等大案牵扯甚广，里面牵扯的问题颇多。奴仆买卖一向在各地府衙监管下进行，为奴为仆的有几个不吃苦受累的？你不能因为自己吃过苦，就断定所有人都在被残害。本宫只能对你的遭遇表示同情，但你们必须立刻停止对此案的追查。九宁还要回去当差，长公主、王爷，九宁先告退了。允密，站住！你若继续追查下去，你不顾我们姐弟情分，难道你也不顾我皇家颜面了吗？为了一个宫女，你要去揭发皇室后妃参与要案，你要让我皇家，让皇上受天下人耻笑吗？皇姐，莫不是你与淑妃也都参与其中？真是没有想到，我查来查去，竟然查到了自己亲姐姐的头上。你们大可以去闹，去揭发，但是你们真的以为皇上会昭告天下，由世人口诛笔伐吗？皇上震怒，牵扯会甚广，你就听皇姐的，不要再追查下去了。允密，那些不相干的人，无足轻重的，姐姐劝你们收手，也是为你们好啊。皇姐，看来你是已经想清楚了。只要你们肯停下来，你和九宁就相安无事。如若你们真的把天捅出个大窟窿来，你以为他还能活吗？皇姐，九宁他不怕死，不然他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你不了解他是个怎样的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像她这样一介平民女子都知道的道理，我们这种身居高位的人，居然还在装糊涂。我相信，皇上亦是明君，定懂得治国之道，必先安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骨以担父，父饱而身弊。允密，
陆九宁去哪儿了？回皇上话，九宁姑娘被小皇叔叫走了。她是朕的宫女，小皇叔叫她做什么？好像是因为长公主，说是要见见九宁。皇上，九宁，没看见皇上的茶都凉了吗？赶紧去给皇上换一杯啊！是。皇上，这么烫。皇上恕罪，奴婢疏忽，奴婢这就去给您换一杯。皇上，九宁姑娘刚到御前伺候，许是她还不太熟悉。皇上，朕没告诉过你，朕只喝雨前龙井吗？是，奴婢这就给您换雨前龙井。皇上今天这是怎么了？平日里没见他这样难伺候。心情不好。见过长公主殿下。免礼。九宁，前几日本宫跟你说的话，你可想通了？奴婢希望长公主看在小皇叔的份上，就此收手，不要再和淑妃同流合污了。我看你是不识抬举，你当真以为我皇家的门槛这么好迈进吗？长公主，淑妃祸害百姓，草菅人命，迟早要遭报应的。长公主还是莫要再执迷不悟了。站住！九宁，你就看在允密的份上，再查下去对他没什么好处。我知道他在乎你说的话，你帮我劝劝他。我只有这么一个弟弟，我不能看着他出事。九宁，你帮帮本宫，本宫一定会帮你们俩促成婚事。恕九宁爱莫能助。九宁，本宫已经跟允密保证过了，以后绝不会再袒护淑妃。她为你做了那么多事，也解救了不少的被拐卖的人了，已经够了。九宁，你们俩都收手，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好好的在一起，不好吗？长公主应该知道，王爷小时候被人牙子拐过，差点丢了性命。你也应该知道他的性子，他正是因为对百姓爱民如子和悲天悯人的善心，才追查此案。九宁奉劝长公主，还是死了想阻止王爷的这条心吧。陆九宁，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贱婢，本宫贵为长公主，都这么低声下气的求你了，你居然这么不识相！你以为你是谁？你若给脸不要，休怪本公主权势相逼，要你性命！我陆九宁走到今日，靠的便是不畏生死。长公主既如此，那九宁也就没有什么好顾虑的。陆九宁，姐姐，自你走后，我誓要将害死你的人一个个揪出来，让他们血债血偿。如今长公主以权势压人，又以九宁和小皇叔的感情来绑架我，
可笑，我一路走到今日，不择手段又无法回头。我不会忘记姐姐无辜枉死，我们本可以平凡简单的活着。我们一生所求的心愿，不是荣华富贵，不是锦衣玉食，我们不过是想晨起有周温，夜归有人等。姐姐，若是我放过他们，天底下便有无数妇孺孩童继续被拐卖残害，骨肉分离。想想这些，我与小皇叔之间的私情已不算什么。良人难觅，但就你不要也罢。九宁，对不起。王爷没错，何来道歉？九宁，我也不知道皇姐和淑妃同流合污，而且她让你别再继续查下去，我替她向你道歉。王爷，情义两难全，我为我姐姐，为所有和我们一样被残害、被拐卖的天下人讨回公道，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你我本来就门不当户不对，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而你是高高在上的皇族，所以就算你选择站在你姐姐那边，我也能理解。九宁，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会站在你这一边呢？我今天来找你，也不是为了替皇姐求情，更不是为了阻挡你去调查。皇宫之中，就算是朝廷重臣惹怒了皇上，触犯了皇权，那也是性命难保。更何况，你只是个人微言轻的小宫女，而我是皇亲国戚。我向皇上陈情，他或许会网开一面。深宫如愿，荆棘在途，我能为你做的，就是为你开出一条血路来。你说的是真的？等我消息。皇上，臣有要事禀报。何事？此事事关重大，还请皇上容臣单独禀报。说吧。陆九宁在调查晚才人冷宫自枪，意外查获了淑妃操控于公公，利用御用水车往宫内外运输大量黄金。沿着此线索，臣发现了淑妃与长公主勾结，进行非法人口贩卖。他二人便是这些不法势力的主使。继续。皇上，人口拐卖奴役由来已久，如今有后宫势力参与，此现象更是猖獗，屡禁不止。臣请皇上明示，不知该如何是好。长公主是你的亲姐姐，也是朕的亲姑姑。是。皇姐虽与我感情深厚，但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皇姐知法犯法，臣不敢包庇。臣认为应该秉公严惩，还天下一个清朗太平。这么说，小皇叔你已经都调查清楚了？是的，皇上，我在宫外查获了大量的线索。御前的张公公此前也被淑妃收买，张公公能证明淑妃的罪行。张公公他没死？皇上有所不知，淑妃想杀害张公公灭口，还好贤贵妃与陆九宁早有准备，救下了他。朕知道了，此事朕自会处置。小皇叔最近在后宫奔走，着实劳累，就好好回你的王府，好生歇着吧。皇上，既然事关长公主，也就事关我皇家宗亲。陆九宁深陷其中，小皇叔与陆九宁，是不是便不能
良缘有地了。是，淑妃与陆九宁已经结下了仇怨，皇姐知法犯法，陆九宁揭发检举。事已至此，皇家的祖制已经不会允许我二人有连理之好。臣与陆九宁都认为，不应该因为儿女私情而徇私枉法。臣愿秉公处置。那朕便没有什么顾虑了，退下吧。德公公，传朕旨意，将贤贵妃与张公公秘密关押，不要被旁人知晓了。是。奴婢斗胆问一句，皇上为何要关押贤贵妃和张公公？大胆！朕要做的事，要向你解释吗？王爷，你为何要骗我？秋宁，你这是何意啊？王爷口口声声说会亲自向皇上陈情，可是到头来，你还是选择和皇室宗亲站到了一起。也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你是高高在上的皇族，你怎么会将皇室颜面置于不顾？你们还是更加看重皇室颜面。秋宁，我已经把事情全都告诉给了皇上。所以皇上的选择是包庇淑妃，甚至连贤贵妃也成了牺牲品。是不是涉及到长公主，涉及到皇家颜面，就另当别论了。你们是高高在上的皇室，而我是卑如草芥的奴婢。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路人。是我陆九宁天真。九宁，王爷可还记得小时候被人牙子拐卖的情形？哎呀！他是皇族，皇族啊！你看，穿这种料子的衣服，那不是达官贵人，就是皇亲贵胄啊！这咱们要把它卖了，肯定要查到咱们头上，到时候死定了。那放了吧。哎呀，去下去！要命！给我，快，轰远点！走，快走啊！快走！过来！王爷，你我本就不是一路人，以前不是，以后也不是。请皇上彻查淑妃和人口贩卖势力，请皇上放了贤贵妃娘娘。淑妃的所作所为，朕心中清楚。陆九宁，你胆识过人，勇气可嘉，朕心甚慰。起来吧。谢皇上。九宁，你冰雪聪明，做着宫女这般苦累，倒是埋没了你。朕想问问你，朕愿意给你个位分，以后常伴在朕左右，你可愿意？皇上，奴婢从未妄想过皇恩。你是不是觉得才人的位分太低，会像你姐姐那般受人欺辱？
朕愿意打破常规，封你为嫔。皇上，谢皇上好意，奴婢一心只想为姐姐沉冤昭雪，将恶人绳之以法。九宁从未妄想过其他的。能否为你姐姐沉冤昭雪，只是朕一句话的事。若你铁了心不遂朕的心愿，朕也没办法勉强你。谢皇上，奴婢性子莽撞粗鄙，实在不配伺候皇上。九宁姑娘，你只是外观进献美人的一个陪侍宫女，在这后宫之中，美人若是入了皇上的眼，顶天也就是个才人。如今皇上封你为嫔，一跃3级呀，这已经是天大的恩宠了。这旁人求都求不来，你就赶紧答应皇上吧。成为朕的妃嫔，他们怕你，惧你，权力在我。你想查办谁，或者帮你姐姐鸣冤，没有什么事是办不到的。奴婢只想揭穿淑妃的恶行，奴婢一心只想惩奸除恶，为民请命，请皇上秉公处置。陆九宁，你还不懂权势的重要。此案牵涉我皇族宗亲，如果你不是朕最在乎的人，朕也只能欺小保大，选择维护朕的江山大局和皇族颜面。皇上以为君恩是万能的，但有些东西是权力换不到的。奴婢不想攀附皇权，左右皇上心意，黑白对错，法理公道，岂是能交易的？你自己好好想清楚。哼！哎，皇上，你去为贤贵妃求情了。贤贵妃和张公公被秘密关押，如今能证明淑妃罪证的人证物证都没了。可皇上要给你位分，不如就先应下。我不想成为皇上的妃子，一旦成为后妃，便会成为皇权的依附。我若是妥协了，便再也回不了头了。你看淑妃和纯妃明争暗斗一辈子，到头来呢，一个永生幽禁，一个失了皇上的宠爱。还有我姐姐，年纪轻轻的便死于暗无天日的冷宫之中。可皇上毕竟贵为天子，皇上想要的人还从未被拒绝过。你这般不给皇上台阶下，若是惹怒了皇上，该如何是好？我若是顺了皇上的意当了妃子，眼下是得圣宠，能借着皇上的权势呼风唤雨。可皇上身边有那么多女人，他今天喜欢你就来看看你，明日他喜欢别人，便把你撂在一边。到时候我也沦落为一个争权夺利、算计人心的毒妇，在后宫里聊此残生，想想都觉得可悲啊。传皇上口谕。哎，昭仪免礼。陆九宁接旨。陆九宁即刻起逐出御书房，剥夺御前宫女职位。沈昭仪身怀龙嗣，需安心静养。未得旨意，任何宫殿不许收留陆九宁。陆九宁接旨。德公公，这是为何呀？我让九宁在我这儿，那他能去哪儿啊？昭仪问我哪知道呀？您还是问问胆大妄为的陆九宁吧。这哪有皇上要赏位分，不仅当面拒绝，还说什么不拿自个儿跟皇上做交易的呀？皇上那个脸都给气绿了。奴才先告退了。这该如何是好？娘娘只管安心养胎，不必担心九宁。九宁告退。
太后，太后，奴婢有冤情禀报。越发没规矩了，竟敢在哀家面前大呼小叫！太后，淑妃参与贩卖人口，奴婢冒死进谏。太平盛世之下，女子弱小，却光天化日被拐被卖，受尽凌辱，受害女子苦不堪言。奴婢恳请太后为天下受难女子做主。够了！自古以来，后宫不得干政。你一个小小的奴婢，鼓动后宫妃嫔和小皇叔为你奔波，已经算是逾矩了。如今还敢跑到哀家面前指手画脚，你若再敢挑起事端，休怪哀家对你不客气。太后，您也是女子，您可曾想过，如若您不是高高在上的太后，而是被拐卖的可怜妇人，被践踏、被凌辱，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您还会觉得此事与您无关吗？大胆，竟敢诅咒太后！来人，拖下去，掌嘴！女子本就生来不易，那些被拐的女子，她们不是玩物，不是摆件，是活生生的人啊！她们和您一样，是别人的女儿、母亲、姐妹和太后。太后！皇上，您喝茶。还在跪着呢。回皇上，九宁姑娘还跪着。九宁姑娘叨扰太后，出言不逊，被长嘴赶了出来。如今这后宫之中无人无店敢收留她，她就像流浪狗一般，没有去处，已经在御书房外跪了整整3日了。他知错了吗？没有，他只是恳请皇上为他做主，查办淑妃。哼，让他继续跪着，朕倒是要看看，是他的膝盖硬，还是这皇宫的地砖硬。都已经跪了这么多天了，而且还这个跪好几天，太惨了。是，要是我可坚持不了，我也不行。哎呀，真可怜呀。九宁，3天滴水未进了，喝口粥吧。皇上恕罪。1碗粥而已，洒了便洒了，一顿不吃又饿不死的。九宁姑娘，这几日的情形你也瞧见了，莫说是在这皇宫之中，即便是放眼整个天下，凡事也只是皇上一句话的事儿。你是想要被众人踩在脚底，还是要过上呼风唤雨的日子？你只需要向皇上低头认个错，便可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呀！你快些做个抉择吧。奴婢只想求皇上查办淑妃。你，快回来！快过来！这里！别跑了！哎呦，听说皇上罚他不许吃喝，这都快饿死了吧？前些日子他当上御前宫女，可把我们羡慕坏了。伴君如伴虎，果然不假。以后可不敢羡慕了。
这肉干都馊了，娘娘的狗都不吃，你们是怎么办事的？这没馊啊！还敢顶嘴？下去。是。今日是第几日了？回皇上，已经是第6日了。皇上，这外面还下着雨，九宁姑娘已几日几夜没进东西了，再这样下去的话，她怕是活不了了。皇上，九宁知错了。传太医，快传太医啊！是。皇上，刚才朕命太医给你看过了，你染了风寒，就不必拘礼了。皇上，奴婢想通了，奴婢愿做皇上的妃嫔。跪了几日，你居然真的想通了？奴婢可以做皇上的妃嫔，只是奴婢有一个条件，不知皇上能否应允？只要你愿意做朕的妃嫔，莫说是一个条件，就算是100个、10000个，朕都答应你。皇上，奴婢的条件不好实现。瞧着他，肯定是又想到什么好主意，想来对付朕。皇上是天子，所有人都爱。如今这九宁姑娘也算是想明白了，奴才在这里恭喜皇上了。九宁，你为何带朕来这里啊？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当日我与我姐姐婉才人在此地观萤火虫，姐姐因此得了皇上的宠幸，后来也因此招来了祸害。婉才人死得可惜，朕也心痛。皇上，您说我姐姐若是能死而复生，该多好！人死岂能复生啊？是啊，皇上应该也有特别不想失去的人吧？朕也是有血有肉之人，当然也有特别不想失去的人。皇上九五之尊，贵为天子，有通天的本领，无限的权力，可却也终究不能与天为敌。逝去的爱人，您的先皇后，即便是您，也束手无策。
也不能让他死而复生，也只能把失去亲人的痛苦藏于心底。所以，这世上就算有无限的权利，也有做不到的事情。皇上，无论是皇权贵胄还是布衣百姓，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珍贵的。我姐姐不该因为出身，便被人视如草芥，所以抹杀。你的条件是，要朕用权力让你姐姐死而复生，是吗？皇上，您能吗？传旨下去，解了贤贵妃的幽禁。是。听说婉才人在冷宫自戕，似有冤情。我姐姐被淑妃设计陷害，死的冤枉。奴婢在查明真相的过程中，发现淑妃背后有更大的阴谋罪行，如今证据确凿，奴婢还请皇上秉公惩治，以正国法。淑妃一案牵涉甚广，其中涉及皇室宗亲，但朕愿意给你个位分，做朕的妃嫔，朕便替你做主。若你还是不想入主后宫，朕也可以给你一个鸣冤的机会。但朕的皇家颜面，朕必须要保住。若查办此案，皇室内眷宗亲以及所有知情的人，包括你，都会被赐死。你可愿意？只要皇上肯为奴婢鸣冤，救命，甘愿领死。请您还替那些因拐卖被牵连、含恨而逝的人叩谢皇上。陆九宁，婉才人冷宫自戕，到底有何冤情？你给朕细细道来。皇上，奴婢原本是婉才人身边的陪侍宫女，和婉才人一起被陷入宫。后宫里人人传言，婉才人是在太后生辰宴上诅咒太后，被纯妃打入冷宫，畏罪自戕。但事实是，婉才人死的时候已经身怀皇嗣，是纯妃想要夺取她肚子里的孩子，把她据为己有，才将她诬陷，打入冷宫。而淑妃怕纯妃得到孩子后母凭子贵，威胁到她的地位，所以才派人暗地里害死了婉才人。淑妃和纯妃是婉才人之死的罪魁祸首，请皇上明察。这么说，婉才人死的原因与纯妃操控太医、控制沈昭仪，想借腹生子如出一辙。只是沈昭仪运气好些，被你所救。是，婉才人死的冤枉，她平白无故地成为纯妃和淑妃斗争的牺牲品，正是因为怀了皇嗣，一尸两命。可如今罪魁祸首淑妃还逍遥在外，奴婢请皇上主持公道，为我姐姐平冤昭雪。传淑妃上来。传淑妃觐见。皇上圣安。淑妃，朕问你，是你害死了婉才人是吗？皇上，臣妾与婉才人无冤无仇，没有害过婉才人。皇上，您之前的御前太监张公公可以证明。把他带上来。
传张公公。老奴叩见皇上。张公公，把你知道的给朕都说清楚了。是皇上。老奴是受淑妃的指使，在御书房门前阻止陆九宁面见皇上。从他口中得知婉才人怀孕后，故意隐瞒，没有告诉皇上。随后，淑妃胁迫老奴出面去威胁于昭仪，让于昭仪到冷宫给婉才人下毒，致使婉才人含怨而死。老奴该死啊！老奴该死啊！皇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皇上，这小宫女巧言令色，能言善辩，最善蛊惑人心。她为了达到目的，竟能让贤贵妃和小皇叔两人心甘情愿为其所用。臣妾被他们诬陷，臣妾冤枉。皇上，我姐姐婉才人之死，只是奴婢与淑妃的私仇。私仇，奴婢可以暂且不报。但小皇叔在宫外查到，淑妃勾结地方官员，进行大量的人口贩卖奴役，从中获取巨额不义之财。不仅如此，淑妃还利用皇上的御用水车往宫外偷运黄金，证据确凿。淑妃知法犯法，勾结外臣，此等大逆不道的罪行，其罪当诛。皇上，确实如此。民间拐卖妇幼案件猖獗，臣一直在调查这背后势力主谋是谁。经过多方努力查证，得到的线索都指向了淑妃。这是臣在宫外查获的他们进行人口贩卖的账本，请皇上过目。淑妃的赃款臣已经扣押，帮她运送金子的于公公也已经招供。你自己看。本宫好不甘心啊！本宫费尽心思，步步为营，却会输给你一个小小的贱婢。自本宫14岁入宫，就成了家里的一棵摇钱树。弟弟为钱，父亲为权，我拼了命的往上爬，只是想让他们多看我一眼。你说的这些都不是你残害无辜的理由，凭什么？这后宫之中人人争宠，本宫何错之有？你踩着别人无辜的生命往上爬，那些被你残害的无辜百姓，他们连喊冤的机会都没有。你为了一己之私，如此心肠歹毒，真的是罪大恶极。身处这后宫，谁的手是干净的啊？你们一个个道貌岸然。皇上，您看看这些账目，本宫敛的财大半都送给了您的亲姑姑长公主殿下。臣妾要是没了活路，您这皇家的颜面也都别要了。来人，把他押着。淑妃，别以为朕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你以为背后有长公主给你撑腰，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就敢胁迫朕，臣对你从轻发落。来人，把长公主带上来。传长公主觐见。长公主，朕早就警告过你，离淑妃远一些。你为何就是不听朕的话？皇上，我知错了，是淑妃，是她故意收买本宫，我也只是收了她的银子。她的事我从未参与其中啊，皇上，她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啊。身为长公主，朕的亲姑姑，身份何其尊贵，却被钱财收买，卷入她操纵的人口贩卖大案。你这个行为令皇室蒙羞，你让朕如何向前朝的大臣们交代？皇上，
我一时糊涂，求皇上宽恕我。云蜜，你帮帮皇姐！云蜜，你快帮帮皇姐啊！你帮皇姐劝劝皇上，此事关系皇室颜面，传出去可如何是好啊？皇姐，你干的这些事情，臣弟也帮不了。皇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长公主受贿包庇淑妃恶行，理应按照国法论处，一并受罚。皇上乃一国之君，自是知晓何为国之根本。若皇上不能爱民如子，不能大义灭亲，又如何服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皇上若是失了民心，那这家国将不复存在。陆九宁，你大胆！皇上，公道本该在人心，不该在您一人之口，也不该只在这皇权官威之中。你放肆！皇上，陆九宁虽只是一个小宫女，但却心系黎民，此番谏言实属忠君爱国之举，皇上息怒啊！皇上，陆九宁在调查晚才人的冤案当中，解救了许多在新者库被压迫的无辜宫女。他检举揭发淑妃，舍小义为大义。他为揭露拐卖妇幼的恶行，竭尽全力。陆九宁的所作所为所想，皆是为了天下百姓，为了皇上的江山社稷，请皇上明察。好，小皇叔振振有词，那今日朕便将淑妃与长公主秉公处置。但是为了朕的皇家颜面，陆九宁与张公公两个知情的外人不能留，他们都得死。皇上，端上来。陆九宁，朕曾经答应过你，给你鸣冤的机会。朕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是要活着还是要死？你自己选择。若皇上能够秉公处置，还姐姐一个清白，给她一个公道，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就宁死而无憾。好，喝下这毒酒，朕自会给你公道。娘娘，九宁不能伺候你了。九宁叩谢娘娘的知遇之恩。谢谢您让九宁在这冰冷的后宫中感受到了人间真情，您如姐姐一般疼爱善待九宁，九宁无以为报。我们来世再见，来世九宁一定好好报答你。小皇叔，谢谢你，一直都站在九宁身边，九宁万分感激。小皇叔对九宁的感情，就先放下吧。事已至此，我们今生再无可能了。来世吧，来世我等你。来世我们一定要白头到老，共度一生。九宁，不要！王爷，九宁，九宁，不要！淑妃谋害后妃皇嗣，
勾结外官，包庇拐卖犯罪，证据确凿，罪大恶极。即日起，褫夺封号，赐朕酒以死谢罪。长公主贪图富贵，受贿谋私，即日起圈禁无花宫，无朕之命，永不得赦。九宁，九宁，九宁。我没死。九宁，你醒了。贤贵妃，不过是碗安神汤，睡得像头猪一样。皇上，朕从未想过要你的命，朕只是想看看，是不是像你所说心系百姓，还是为了报仇想借刀杀人。谢皇上不杀朕。民间人口贩卖，前一阵那雪花般的奏折一道又一道，朕的耳鸣便是那一阵子旧疾复发。你真以为朕是昏君，当真不知道吗？此事牵涉甚广，更牵连皇室宗亲，牵一发而动全身。那皇上又是如何下决心的？因为你一个小小的宫女，不畏强权，不畏艰难，为百姓请命，倒真是让朕见识了，这世间还有你这般的奇女子。说吧，想要什么赏赐？皇上可否准许奴婢离开这皇宫？奴婢想去完成姐姐未完成的心愿。奴婢想自由平凡的活着。好，你若执意要走，朕就准你出宫。出去看看，在朕的治理下，江山如画。谢皇上恩典。小皇叔说九宁不会接受朕，朕还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什么朕得不到的东西？九宁和其他女子不同。是啊，朕从未遇到过她这般的奇女子。小皇叔，你可想清楚自己的心意了？皇姐因为她被治罪，皇室宗族是不会接受她的。再好好想想。娘娘留步，别哭了，你还大着肚子呢，再哭对眼睛不好。我走了，好好照顾自己。九宁，这宫里宫外虽只隔了一堵墙，但你此番一去，恐再难相见了。九宁，
你在宫墙外要活得自由快乐，完成你和你姐姐的心愿。娘娘一定会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的。像您这么心善的人成为皇后，可是天下人的福分呢。为了皇上，为了百姓，本宫会竭尽所有。话说这后宫之中啊，向来是风云诡谲，暗流涌动啊。要说贤贵妃身边的红人九姑娘，从一个卑微的新者库罪奴，到贵妃身边的得宠宫女儿，春风得意，是扶摇直上。后来啊，不仅协助破了江南拐卖奇案，且有幸被皇上封为后妃，一切太顺了。但是世事难料，这福祸相依。就在封妃的那天晚上，这九姑娘突然暴毙，且尸首消失，只留下一座衣冠冢。这九姑娘到底为何人所害？她的死是不是宫斗的牺牲品呢？这其中还有没有隐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姐姐，你也是从宫里出来的，可这位九姑娘她真的死了吗？再讲一段咱们江南水乡，一对男女啊，那说书人说的都是真的喽？相遇的奇缘也不全是真的，有一点他就说错了。哪里说错啦？这个九姑娘从来都没有当过皇上的妃子。然后呢？然后你要是再不回家吃饭，可就吃不上喽，天都要黑了。瞧东头，急匆匆走过来个撑伞的青衫书生；瞧西头，袅袅挪挪行来着背着竹篮的姑娘，篮里边啊装着刚编好的5元红线。您说巧是不巧？九娘，小皇叔，我不是什么小皇叔了，彻查拐卖一案得罪了宗室大臣，如今的我已经被触免了皇级宗室身份，这世上以后再也没有小皇叔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我，已是一介寻常百姓。九年，小的时候你保护了我，现在换我保护你了。我要娶你，一辈子护你周全，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为你情愿，你可了解？